白素素因为喝水时没有憋气，被鱼头马面勾走了魂魄。判官核对信息时，才发现勾错了人。白素素气得差点魂飞魄散，与阎王剧里力争了1天1夜，最终争取到了去平行空间重生的机会。白家妮子，快醒醒，你该去相亲了。白素素被一声大嗓门吵醒，望着眼前穿着打扮很有年代感的中年妇女，脑袋迷糊的好似被一团浆糊给粘住，不能转动了。姓潘的那女人去喊她侄女了，你再不去，他们就抢你前面了。今天那男同志可是香饽饽，全家都是国营厂正式工，10里8乡想嫁给他的姑娘能绕地球1圈了。白素素这会儿也将原主的记忆消化完了。现在是70年代，和原主同名同姓，家住阳县下面的大猪圈大队。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这回是他的渣爹勾搭上了城里女人，逼着他妈离婚。极品爷奶及叔伯亲戚们联合逼迫他们母女。原主妈被白家老太婆一棍子敲中脑袋柱上。原主抄起菜刀跟白家人拼命，因为情绪太过激动，又硬生生将自己给气得丢了命。白素素看了一眼病床上重伤昏迷的原主亲妈，接受了自己占据别人身体的事实。白素素，我会替代你好好生活下去，会照顾好你妈妈。你恨的那些人，我都会帮你收拾，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的。白家妮子，你怎么还在愣着？快点啊！你该不会是反悔不想去了吧？你不去，你妈的手术费怎么办？你妈今天必须送进手术室，昨天医生可说过了，你再拖拉下去，你妈就要没命了。神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白家妮子，对方姓陆，年纪20出头，长得高大俊俏，1米8大高个，阳刚魁梧，是万里挑一的俊俏男同志。白素素一路小跑到了国营饭店，有2个男同志，一个靠左边，一个靠右边。20出头，高大英俊，1米8大高个，阳刚魁梧。靠右边这个男同志都对得上，所以白素素径直朝着右边的男人走去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姓陆。见没找错人，白素素在他对面坐下，双眼微亮的看着他，开始自我介绍。我姓白，白素素，18岁，阳县人。姨妈可真是用心良苦，原来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。推我出来时还故作神秘的卖关子，说今天有大惊喜，让我来国营饭店等着惊喜上门。我叫陆浩然，23岁。庆啊，真是对不住，我们来晚了。这是我侄女金莲，姓潘，我带她过来跟你见个面。你们年轻人见面好好说说话。庆哥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潘金莲矫揉造作的声音惊得白素素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人也不受控制的打了个冷战。潘金莲，这男人该不会姓西门吧？白素素这下也回过神来了，她还在相亲呢。陆浩然对这女孩印象不错，觉得姨妈看好的人一定不差，想深入了解下，也就主动开口了。我姨妈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吗？白素素愣了下，想着医院里那个媒婆，笑了下。原来那个人是你姨妈呀，她只跟我说了你的身高长相，刚还催着我快点过来，我也没仔细问就过来了。白素素同志，我是一名军人，副团级，未婚，从未处过对象，家庭情况不算太复杂，父母离异多年，我还有个弟弟，我们兄弟俩都跟妈妈生活，我妈和弟弟都在公安局工作，我爸在水利局任职，已再婚，平时不常跟他来往，但跟爷奶叔伯姑姑们来往较多。不对啊，那个媒婆不是说相亲对象家里是国营厂正式工吗？白素素，你个哒哒哒的，跟你妈一样贱，一到这里就勾搭男人，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啊？来人是白老太，一张老脸尖酸刻薄，眼里正喷着怒火，身后还跟着白家老大和老三的媳妇。看到他们，白素素瞬间变脸，娇俏的脸蛋上乌云密布，人也一下站起来了。陆同志，我晚点再跟你说，我先处理点家事。妈，快走！白家长媳李翠花一看白素素这神情就知不妙，这个瘟神又要发疯了，连忙拽着婆婆往外跑。这时饭店服务员正从后厨提了一桶烧水出来，白素素脚步一转，冲过去将烧水桶抢过来，反身一桶烧水对着白老太3人泼了过去。白老太被淋了个落汤鸡，李翠花和白家老三媳妇王秀红2张脸都被泼到了，身上衣服倒还算干净。白素素，你个哒哒哒的！白老太还没骂完就被白素素踹倒在地，2个儿媳妇也被带倒了，2人几乎同时爬起来，并没有去扶婆婆，异口同声对着白素素开骂。白素素，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竟然打你奶，你还有没有人性了？面对他们的指责，白素素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直接抄起摆放在门口的扫帚，对着他们俩一阵狂殴抽打。白素素前世专门学过武术格斗，每一下都精准击中他们的痛点，单方面碾压，打得他们俩嗷嗷大叫。陆浩然早跟着出来了，从他动手的第一下起，他就眯起了双眼，饶有兴趣的在追着看。这位同志，你住手！你这样当街暴力打人是不对的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要去报警喊公安了。同志，快报警，快喊公安，抓这个丧尽天！白素素反手一扫帚抽在白老太嘴上，将她满嘴脏话给抽回了肚子里。请这位同志去公安局走一趟吧，这3个人昨天重伤我妈后逃跑，现在我妈躺在医院不省人事，我一直没抽出空去报警抓人，现在他们主动送上门来了，还请你帮我跑个路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打你吗？
你是没动手，你个贱人只在背后阴险算计。老钱婆和李翠花这两个畜生只不过是你手里的枪，你指哪他们就打哪。我妈这些年所受的痛苦，有一半是你这个黑心肝的指使的。见白素素这个瘟神将目标对准了王秀红，李翠花立即逮住机会，连滚带爬逃跑。你谁啊？白素素正好朝这边瞥了眼，见这个相亲对象很上道，对她的印象好感蹭蹭往上升。有她帮忙，白素素放开手脚干，一把将王秀红身上的外套给扒了。我妈辛苦赚钱，你们这些吸血鬼就扒着她吸血。她10年没穿过一身新衣服，你们拿着她的血汗钱吃香的喝辣的，年年买新衣服。她给我扯快不做衣服，你们这些烂人还全部抢走。我让你抢我衣服，我今天让你知道抢衣服的代价。你平时不是喜欢显摆吗？不是喜欢在男人面前扭腰做作吗？今天我让你显摆个够，让你王秀红在坛城好好显摆下这坨白花花的肉。见白素素来真的比以前更疯了，王秀红怕了，见她来拽裤子，吓得全身发抖。素素，三婶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，我再也不抢你们的东西了。你不要扒我裤子，我是你三婶，是你婶子。白素素，你放手，你给我放手。不管他怎么叫，白素素都不理他，在他疯狂大叫中将裤子鞋子全给扒了，只给他留了背心和裤衩遮体。国营饭店附近走动的人挺多的，这里闹出的动静也大，此时已有很多人过来围观了。将王秀红扒光，白素素又大步走到瑟瑟发抖的李翠花面前，居高临下威胁道：是你自己脱，还是让我动手？素素，我错了，大伯母错了，我去向你妈道歉，我再也不欺负你们了，你别扒我出钱给你妈治伤。白素素看了一眼，见只有10多块钱，将钱全部拿走塞进衣兜。这些钱都是我妈赚的，我拿回来也不过是物归原主。你们将我妈打成重伤，医生说要动手术，前后花费都得200块，想拿这点钱打发我，你当我白素素好糊弄吗？你妈不是我打伤的，我昨天只推了一下她，是你奶动的手，是她打的。你奶手里有钱，你妈赚的钱都被她拿走了，你去找她要钱。钱我会找她要，你身上这衣服也是用我妈赚的钱买的，你自觉给我脱下来，我今天就免你一顿打。老钱婆，你敢逃，我就让你儿子将牢底坐穿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连你爸都要害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们不给我们母女俩活路，我不介意拖着你们全家下地狱。白素素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评价，说她冷血无情也好，说她凉薄不孝也好，她都无所谓，她活着只要对得起自己就行。李翠花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脱。李翠花为了不被扒光，忍着全身疼痛，将外面厚实的棉衣脱了，裤子鞋子也脱了。这裤子是我自己做的，不是你家的布。哼，裤子是你做的，棉花是学校发给我妈的。白素素见她舍不得，瞥头正好看到陆浩然裤腰上有钥匙小匕首，冲过去一把拽走。小刀借我用一下。我以为他来扒我裤子呢。李翠花护着的棉裤被划了个稀巴烂，她肉疼的嚎啕大叫，震得白素素耳朵都在嗡嗡叫。给我闭嘴！白素素魂穿到了70年代，渣爹出轨找小三，母亲被奶奶打成重伤，原主也被生生气死。白素素决心要为原主讨回公道。紧接上集，白素素把李翠花扒光后，又对上了白老太。老钱婆，你之前怎么骂我的？骚贱是吧？我看这世上再没有比你们一家人更骚贱的了。我没骂你，我是骂李翠花，她是个骚贱娘们。论骚贱，李翠花可不如你。不过你儿子倒是比你强不少，脑子里整天想的是跪趴领导的大腿，跪舔领导的亲戚，现在进一步爬领导女儿的床了。他很能干呢，就是不知道这领导知不知道你儿子是你跟野男人生的私生子。白素素这话一出，冻得瑟瑟发抖的李翠花和王秀红双眼圆睁。白老二不是白家的种，是婆婆跟野男人生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哼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跟白老头也算半斤八两。白老三根本不是你生的，是村东头廖寡妇跟白老头生的。你当年生的是个女儿，被白老头卖掉换了2斤米回来。白素素见老钱婆仿佛被雷劈了，整个人跟失了魂似的，又狠狠戳她一刀。白老头跟廖寡妇一大把年纪还滚草垛，背地里说的话其实不止我听到了，你家另外2个赔钱货孙女也都听到了。只不过白老头威胁我们，要是泄露出去，就把我们卖去山沟里。我们当时害怕，才闭紧嘴巴的。白素素见他这样，一点都不同情怜悯，相反有种复仇的快意，继续大声刺激他。你宝贝的小儿子根本不是你的种，是你最讨厌的廖寡妇的种。你帮他把儿子养到这么大，事事护着他，任何好东西都优先他和王秀红，现在还护着他的亲孙子，廖寡妇都在背后笑翻了呢。我以前顾着是一家人，给你们2个老东西留脸面，我妈也教导我不要说出去，事事忍让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可你们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，
不把我们当人看就算了，现在还为了那个畜生不如的人渣，想弄死我们母女俩。今天我把话放这里，我跟你们白家没完，我们母女俩就算死，也要拉你们全家垫背，一家子哒哒哒的，我多看你们一眼都嫌恶心。你们再不给我夹紧尾巴做人，我就送你们全去剃阴阳头，挂牌吃花生米。白素素说完，冲过去将他身上的钱全给扒干净，一分都没给他剩，还威胁他道：这些年我妈赚的工资，你给我老实准备好，我会回来找你要。你若不交，我就先拿白剑人开刀。不说别的，乱搞男女关系这一项罪名，就足够他去阎王殿报道了。他是你爸，你爸出事了，你也没有好处。哼，说的好像他不出事，我有好处一样。我一想着体内流着你们这一家子的脏血，我就嫌恶心。摊上这么一个人渣父亲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。白素素话音刚落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从人群中挤过来，神情凝重道：白素素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魏医生让你赶紧回去，你妈情况不好，必须立即安排手术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白素素犹如一道风跑了。陆浩然低头看了下扔在脚边的衣服，对围观的人说着：这一堆衣服鞋子20块钱，有人想要的吗？李翠花和王秀红异口同声阻止，慌慌张张跑过来想抢衣服，可陆浩然不会给他们机会。20块钱全部拿走。我要了。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个妇女看上了，交易爽快，妇女抱着一堆衣服鞋子，在李翠花他们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走了。陆浩然拿着买衣服的20块钱去了医院，他看上白素素了，喜欢她的泼辣狠劲，姨妈给他安排的大惊喜必须接吻了。陆浩然赶到时，白素素正在跟魏医生说话，正在恳请医生救人，承诺明天就将费用补齐。他立即过去插话：医生，费用我来出，先动手术。你是？您不用问我是谁，要交多少钱，我现在去交。200。安排阿姨进手术室，我这就去交费。等办完手续后，白素素这才想起之前光顾着收拾白家人了，相亲的事都中断了。我家里乱七八糟的烟杂事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陆浩然能够理解，他虽是城里人，可身边有很多战友都来自农村，各种奇葩事都听说过。素素，你妈伤到了哪里？脑袋，我那个渣爹出轨了，攀上了领导家死了男人的女儿，逼我妈离婚。我妈当时没同意，白家这些渣子想攀附她过好日子，整天想法子逼我妈。昨天跟他们动了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一时疏忽没护住我妈，她脑袋挨了老钱婆一棍子，当时就大出血昏迷了。你那渣爸，你想怎么办？她无情，就别怪我无意了。白素素接收了原主所有的记忆，也接收了对白剑人的怨恨。就算他今天没有占据原主的身体，以原主泼辣又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迟早会将渣男整得没安宁日子过的。你妈妈在这里等着动手术，你为什么还去相亲？唉，我手里没钱，我妈动手术需要200块手术费，你姨妈给我介绍对象，如果能成会有200块钱彩礼，正好够交手术费，所以我才去的。我姨妈说的。白素素正要回答，早上催她去相亲的妇女跑过来了，隔着老远都感受到了她脸上的怒气。哀家妮子，今天早上你不是答应我去相亲的吗？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话？我好心好意帮你，你怎么能耍我？我去了。你去了？那怎么刚刚那姓潘的还在我面前炫耀吹嘘，说陆同志跟他侄女在相亲？白素素脑袋里闪过一道火光，有了某种荒诞的猜想，看向陆浩然问道：她是不是你姨妈？不是。你介绍的对象是不是他？不是。白素素这下大无语了，脸上表情变幻不停，那叫一个丰富多彩，脖子梗得直直的。婶子，你说给我介绍的对象1米8大高个，阳刚英俊，20出头，姓陆，跟他全对得上啊！我上午是跟他相亲的。他跟你相亲的，你也姓陆？我姓陆，陆地的陆。陆浩然这下明白了，这个媒婆给白素素介绍的对象是坐在他隔壁的那个男人，可媒婆讲的信息跟自己对得上，白素素也就认错了人。哀家妮子，我介绍的男同志姓陆，铁路的路，不是陆地的陆，你相亲相错人了。那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啊！你说男方20出头，阳刚英俊，高大魁梧，身高至少1米8，这些描述都符合陆浩然啊。至于另一个男人，都奔30了，而且长相跟阳刚英俊搭不上边啊。陆浩然听着白素素的评价描述，面上表情不显，心里却在憋笑。婶子，不是我说，你们当媒婆做介绍的，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，太过夸大其词了。最后这媒婆倒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憋着一肚子气走了。今天我搞了个大乌龙，好像也破坏了你的好事。没有，今天是有些巧，我姨妈卖关子让我到国营饭店去，说有个大惊喜送给我，我就以为你是她介绍来的。陆同志，今天真是抱歉，是我这边认错人，闹了乌龙。我去相亲也是带着目的性的，对不住，冒犯了。刚刚谢谢你帮我交手术费，我明天一定还给你。今天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，以后我一定回报你。我们今天相亲失败。你是军人，根正苗红且前程似锦的军人，我是身份档案即将有大污点的普通人，我们不合适。白素素，
在婚姻大事上，我只认人，不考虑其他的。你的意思是认定了我？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没那么大魅力。何况今天相见，我好像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。我稀罕你打架的样子。大哥，你喜欢看我打架，我可以经常发挥表现。我家里有数不清的渣子欠揍呢，但这跟相亲及其他的没有关系。白素素，乱七八糟的少想，你心头要敞亮些，要跟收拾渣子一样利落。我先去办点事，晚点再过来。我现在魅力这么大吗？值得他明知是火坑也要跳。白素素双手习惯性的插兜，摸到兜里的戒指，她才猛然想起入重生轮回通道时从阎王身上顺走的这小神器。为谨慎起见，白素素回了病房，将房门关上，确定无人后才尝试。这个小神器是个储物空间戒指，同时还有隐身功能。为了测试这2个功能，白素素立即行动。她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不见了，她非常确定自己还站在原处没动，病房里的一切都在她眼睛里。随后，白素素又退出隐身，切换储物功能，将身上的钱来回放进拿出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想着有这么强大的神器助手，她心里有了计划，嘴角勾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弧度。女子相亲时把极品佳人暴揍了一顿，本以为会相亲失败，没想到男方就爱看她打架的样子。紧接上集，什么？你要去提亲？陆浩然的姨妈周兰萍此时满脸惊讶，用一副探究的表情看着外甥。表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开过玩笑？哎呦，周主任呐，今天可真是有趣了。您外甥身上发生的趣事，连戏文里都没唱过，我先跟您好好说道下。媒婆来了这里才知道，这位陆同志是市委宋书记的外甥。等媒婆将今天的戏剧故事说完，周兰萍脸上的表情已换了几茬，最后乐呵大笑。浩然，姨妈了解了，你跟女同志才刚见面，就算有好感，就这么急匆匆过去提亲也唐突了点。我先跟你去医院走一趟，一切等他妈妈手术成功后，双方家长见面，我们再细谈这事。陆浩然在这世上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，不懂流程，不过知道婚姻大事是要尊重长辈。周兰萍母子俩紧跟着陪同来了医院，媒婆在路上也跟他们说了下白家的情况，提前将当时的情况跟书记夫人说了下。陆浩然一行人过来时，手术还没结束，白素素正孤零零在门口等着。素素，这是我姨妈周兰萍，表弟宋涛。伯母宋同志，你们好。周兰萍阅人无数，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姑娘，想着现在人还在手术室，她没有再多说其他的，跟外甥说着。浩然，我去找下赵院长，素素妈妈在动手术，我让医院调最好的资源和药，一定要保证手术成功。好，辛苦姨妈了。谢谢伯母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周兰萍亲自过来请求帮忙，医院领导半秒钟都没耽搁。赵院长亲自来了手术室，简单跟白素素说了2句，就去手术室查看情况了。白素素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白家妮子，你爸咋又来了？伯母，抱歉，我先处理点家事，晚点再来向您道谢。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，谢谢您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白素素拿了棍子准备干架，白建仁手中也拿着棍子，旁边还站着白老头和2个兄弟，手里都拿着棍棒扁担，一看就是有备而来。白素素，你把你奶打成那样，还扒光你伯母婶婶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他们把我妈打成重伤，昏迷不醒，还死不承认，也不出医药费。我妈重伤躺在医院，你这个畜生却在外边风流，乱搞男女关系，不来看望她就算了，连医药费都不给，你们是人吗？白素素也不怕他们，就算今天1对4，也有把握干翻他们，举起短棍无所畏惧道：要打就来，今天我奉陪到底。你个混账东西，老子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一下！白建仁气急，抄起扁担就要来抽白素素。拿来吧你！全都给我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拿棍带队当街行凶，这是黑恶势力的行为。你们若是在这里打架动手，我可以报警请公安局来抓人。白建仁看这人气势凛然，直觉不是普通人，立即换了副嘴脸，一脸谄媚。同志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跟自家女儿开玩笑呢。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白素素见这渣爹见到厉害的人就怂了，嗤笑一声，毫不客气的贬损：怂货，只会窝里横的孬种。闭嘴！凭什么你让我闭嘴，我就得闭嘴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白素素不是原主，对这个渣子没半点感情，不会给他半点脸面。对付恶霸人渣，以恶制恶的方法最好。你不仅是孬种，还是个畜生、渣子、瘪三，一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子，无才无德又无能，只会阿谀奉承、巴结拍马，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烂人贱货。你家那个老钱婆没给你取错名字，白贱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，贱得令人发指，贱得人神共愤，贱得宇宙都装不下你了。宋涛没忍住，笑喷了。陆浩然和周兰萍倒是绷住了，站在他们身后的媒婆捂着嘴在憋笑。怎么感觉白素素比昨天更厉害了？今天骂人的本事明显更强了。白素素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这样指着你爸骂，这早知道你是这种混账东西，当年就该将你溺死在尿盆里。老东西，老钱婆刚回去告状，应该没有告诉你一些事吧？哼，我是你爷爷。
你配吗？哼！你宝贝的白贱人根本不是你的种，是你家老钱婆跟她娘家远房亲戚那个叫铁三平的私生子。白素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成天在家里鬼混，亏你妈还是教书的，把你教成。你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看你哪一点长得像老东西。老东西跟那个铁三平年轻时候关系好像还行，他最清楚对方的长相，你到底是谁的种，他心里会有数。白家老大和老三此时兄弟俩对视一眼，明显怀疑了老二的身世。白贱人确实长得不像白老头，不过眼睛嘴巴像老太婆，白老头也从没怀疑过。可这一刻，白老头怀疑了。爸，他的话不可信，你们不要被他挑拨离间，他是故意破坏我们的关系。破坏你们的关系，说的你们家好像关系很好一样，一窝子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一个比一个自私会算计，全都是蛇蝎心肠、猪狗不如的畜生。被白素素这么羞辱，白老三恨恨地瞪着他。白素素知道白老三是条毒蛇，不过也不怕他。白老三，白贱人是老钱婆跟野男人苟合生的私生子，你也一样，你是老东西跟廖寡妇的私生子。闭嘴！怎么还想威胁我呀？你以前跟廖寡妇滚草垛，说起白老三的身世，被我和白眉白雪听到了。你当时威胁我们不准说出去，我当时年纪小，怕被你卖去山沟里，只能老实闭紧嘴巴。姓白的，现在不妨告诉你，我长大了，我跟你们白家只剩下仇恨了，我不怕了。你们这群哒哒哒的，不把我们母女俩当人看，现在为了攀岩富士过好日子，恨不得弄死我们母女俩。我不会再给你们留半点脸面，我要将你们全家做的缺德事全部公之于众，让整个郯城阳县都知道你们家是一窝烂人，两个老东西乱搞男女关系，不要脸恶心巴拉的。现在白贱人也跟你们学，专心研究爬女人的床，一路吃着软饭上位。现在我妈在动手术，我抽不出空来整你们，等我妈转危为安了，我再送你们全去剃阴阳头。旁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白贱人现在特别后悔冲动过来找白素素算账，磨牙切齿道：白素素，我若是倒霉了，你也没好日子过了。我什么时候过过好日子？只有你死了，我们母女俩才可以真正有好日子过。二哥，你弟家事你自己处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哟，想抢先一步回去清账分家产啊？你和王秀红两条阴险毒蛇最爱干这种事了，也最擅长这种事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，老钱婆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世，恨毒了你呢。说不定你一回去，老钱婆就给你送菜刀来了。白素素说完又开始挑拨白贱人。你这些年赚的钱没给过我们母女俩，应该给了老钱婆不少。我妈的工资全被她拿走了，但是老钱婆心盲眼瞎，被白老三和王秀红这两条毒蛇哄骗走了不少，估计她兜里也没剩多少了。你们白家怎么算计，怎么分钱，我不管，但是我妈赚的钱，你们必须给我交出来。我现在把话放在这里，你们不老实将钱交出来，我就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。白素素，以前我还真小看你了，现在被你高看，也不是什么荣耀的事，我还嫌是耻辱呢。白老三卷着一身怒气走了，白老头紧随其后。一直没吭声的白老大深深看了白贱人一眼，踟蹰了几秒钟也跟着走了，只剩白贱人还站在原地。你哥于凤城巴结拍马10多年，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，你老家这些吸血鬼亲戚没少扒着你吸血，现在我帮你把身世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你正好能借此与吸血鬼断亲。白老三都知道抢先回去分钱分家产了，你比他聪明，手段也更强，还在这里愣着干什么？难不成还想让我抡棒槌送你回大猪圈啊？白贱人恨不得将白素素弄死，但现在不是动手的时机，他得快些去问问老妈，心里打定主意，跟他之间的账回头再好好跟他清算。你妈总共交了多少钱？我妈上交的钱就不劳你去讨要了，我自己会去要。你上交的钱数我不管，但是我妈的医药费你最好老实点给我主动送过来。明天这个点钱若没到，我会让整个郯城都知道你白贱人是个私生子，还有乱搞男女关系这项罪名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每天勤恳工作，没跟女人传过任何不当的传闻，同事们都知道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厚的。你这样的就该送到前线去，将你当靶子立在呢，用你那厚脸皮将敌人的炮弹全给反弹回去。宋涛又没忍住笑喷了，周兰萍也在笑，看白素素的眼神冒着灼热的光芒。伯母，抱歉，家里的事乌烟瘴气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无碍，素素，我们走吧，去手术室先去看看你妈妈的情况。男子婚内出轨，为了扶小三上位，强逼妻子离婚不成，便怂恿家人将妻子打成重伤。紧接上集，一行人刚到手术室门口，赵院长正好刚开门出来。周主任，伤者的家属在这里吗？赵院长，我是家属，我是伤者的女儿。只有你在，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赵院长，你有话直说，家里的事我做主。白素素一颗心提了起来，赵院长见状，只得告知手术中情况。你妈现在正在做手术，情况还算好，不过魏医生刚发现你妈以前头部也受过伤，脑子里有一团指甲盖大的淤血块，应该存在很多年了，一直压迫着脑部神经。
赵院长，淤血块压迫着脑部神经，是不是会导致失忆？对，姨妈是不是失忆过？是，她跟我渣爹认识之前的所有事情都不记得了，头部被撞伤过，这些年只要电闪雷鸣，天气不好就头疼的难受。之前原主从未多想过这事，但换了性子的白素素却不得不多想了。原主妈就算失忆了，可那身知书达理的韵味是深刻在骨子里的，身上的高贵气质是寻常人家培养不出来的。另外，原主妈虽失忆了，但才华横溢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还认识很多中草药，经常带原主上山采药补贴日用。赵院长，我妈的记忆能恢复吗？手术过程还算顺利，不过你妈脑部神经被压迫的时间偏长，我们无法保证血块取出来后她能恢复记忆。白素素明白现在的医疗条件有限，这种情况就算是在医学发达的后世，医生们也不敢打包票。赵院长，谢谢你们，我只要我妈平安活着就行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再等等吧，还有20分钟左右。好的，辛苦你们了。赵院长跟周兰萍点头致意了下，又进手术室了。周兰萍一直在仔细关注白素素，见她对厌恶的白家人泼辣凶悍，对她报以善意的人礼貌感恩，对她的性格颇有好感。伯母，刚刚乱糟糟的，还没来得及说之前的事，今天早上弄了个乌龙。这位媒婆婶子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认错了人，然后跟您外甥相了个亲。我已经听浩然和萧嫂子说了，你们今天相见实属有趣，这也算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缘分。伯母，我之前已经跟陆浩然说清楚了，我们不合适。白家妮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婶子，我知道，我脑子清醒着呢。伯母，我很感谢您和陆浩然同志的认可，但我们身份悬殊太大，他是履历干净的军人，将来有着大好前途。我家的情况您刚也看到了，家里有一窝子烂根人渣，我是我妈一手养大的，他们欺负重伤我妈，这件事我跟他们没完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，所以我跟陆浩然同志真的不合适，军婚政审也通不过，还请您和陆浩然同志好好谈谈。白素素说的是事实，周兰萍之前只想着外甥终于开窍了，完全没想到这一点，侧头看向外甥，见他绷着脸跟个庄子似的杵着。浩然，你什么想法？姨妈，我之前跟他说过，我只认人，不考虑其他的。陆浩然，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一下，你先回去睡一觉吧，睡醒后梦就散了。白素素，我彩礼钱都给了。那个，我明天还给你。在我这里，彩礼钱给了就没有退回来的道理，我只要人。等岳母醒了，你就跟我去领证，你这辈子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陆浩然说完走人，白素素双眼炸开。你坏！陆浩然，你这是耍无赖！我就是耍无赖，若不使出这一招，这个女人恐怕拐不回去。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妮子，就算是耍无赖被人笑话，这个女人我也拐定了。伯母，她是在耍小孩子脾气，对吧？周兰萍也没见过外甥这一面，不过隐约能猜到陆浩然的想法，他这回是认真上心的。不过有些事情还得谈谈，确实也需要冷静下。素素，这件事情先不急着做出决定，你先照顾好你妈妈，我回去也跟她谈谈，回头等你妈妈醒来，我们再见面聊聊。伯母，真是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见外，你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周兰萍其实挺喜欢白素素的，不着痕迹的打听着。我去年高中毕业了，我妈妈在老家公社中学教书，去年我帮忙代课了半年，现在我正在找工作。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妈只生了我一个独女，至于白贱人在外边有几个种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白素素不忘给人渣上点眼药。说到白贱人，周兰萍眸光微动，问道：素素，你对你爸有多少了解？擅长表面功夫，惯会拍马迎合和算计，还很擅长拿捏女人的弱点，哄女人很有一套，其他本事没有。他若是生活在封建社会，李莲英这大太监都得给他让位。这个年轻小伙子的笑点有点低啊。他一没家庭背景，二没文化。我妈说结婚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现在认识的字都是我妈教的。文革开始时，他带着一帮人摇旗呐喊，今天抄家斗地主，明天打资本家，就这样混出了点名堂，攀上了县纪委会一点关系，也不知道是入了哪个的眼，没多久就被调去县城国营厂上班了。每次回来都显摆嘚瑟，调子高得很，成天在老家摆官威架子。至于他后面调到市里的国营厂这事，我们母女俩当时都不知道，是他被调来2年半后才知道，还是白家那老钱婆在外边吹嘘，我们才听到一点风声。周兰萍微微点头，心里有点数了，没有多问其他的。没过多久，手术做完后，白水仙被送去特殊病房了，医院安排了护士照顾，家属不宜进去。赵院长，我妈情况怎样？手术成功，脑袋里的淤血取出来了，也用了好药。今晚上是关键时候，我会安排护士守着，只要1天之内醒来就无碍了。谢谢赵院长，也谢谢各位医生和护士同志，辛苦了。周兰萍这边跟赵院长说了几句话，跟白素素和媒婆聊了2句，几人就先回去了。
与此同时，在招待所的白家两个老东西正在活，他们都信了白素素的话，确定了对方出轨，生了私生子。三兄弟2个私生子，我操，牛逼！老大白建林满肚子怨恨，老妈偏疼老二，老爸偏疼老三，他这个长子一直都是最不受宠的。现在他终于知道不受宠的原因了。两个老家伙打架，只有白老三白建义装模作样的拉架，白建林和李翠花两口子站在旁边看热闹，完全没上前帮忙。白建仁敲了敲门走进来，一双比毒蛇还阴冷的眼睛环顾一圈，视线最后落在两个老家伙身上。我不过问你们的破烂事，这些年我也对得住家里了，你们现在全给我回大猪圈大队，不准再来谈成，若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前程，后果你们自负。白建仁说完转身就走。老二，白老太心一慌，连忙追了过去。白建仁停住了脚步，转身看他的眼神格外的冰冷狠辣。你若还想过安稳日子，现在就回大猪圈大队，只要我姓白一天，我该给的孝敬依旧会给。若是有人贪心不足，让我没好日子过，那我必让所有人没好日子过。白建仁临走时看了白老头一眼，警告意味很明显，吓得白老头双腿都颤了下。这一刻，白老头明白了，控制不住白老二，只能控制老太婆。只要控制住了老太婆，老二就不能跟白家脱离关系，一辈子都得以白家儿子身份来孝敬他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白老头给两个亲生儿子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们将老婆子带走。白建林和白建义都是惯会算计的，虽然老二的身世很膈应他们，但他们还得依附着老二吸血捞好处。老头子都忍得下这顶绿帽子，他们当兄弟的自然也忍得下。只要有钱有好处，一切好说。好家伙，这个魂穿者因为没钱，决定利用金手指去抢劫了。那个渣爹肯定不会老实将钱送过来的，我得主动出击，接下来就靠你助力了。白素素嘀咕完，将戒指收了起来，立马启动隐形功能。冬瓜哈密瓜不爱我，你是傻瓜。老壁灯，我要让你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。瓜冬瓜哈密瓜。白建仁骑着单车还唱着山歌，突然就被打倒在地，刚要挣扎着站起来，后颈被一击敲中，双目一闭晕了过去。确定四周无人，白素素立即将单车收进储物空间。随后白素素立即搜他身上，摸到他胸口有个鼓鼓囊囊的本子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全都扔进空间戒指里。将他身上搜刮干净后，隐身的白素素撒腿跑向小区内，直奔白建仁的房屋。白素素随意看了一眼挂在衣柜里的衣服，看到2件女人衣服后撇嘴讥笑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哼，亏老壁灯说得出来这种话，贱人的脸皮果然是铁打的。白素素在屋里仔细翻找了好几圈，才找到藏钱处，看着地上一大一小2个盒子，还有一个鼓囊囊的小布兜。白素素快速打开2个盒子，大盒子里装着的是名贵首饰，还有2根金条以及6、7根小黄鱼。另一个小盒子较轻，是信用社存根，视线定在数字上，撇嘴一笑。一个国营厂干部，存款上万，果然是条专挖国家墙角的大蛀虫。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房产证明，上面的地址并不是这套房，很明显白建仁还有其他房产。东西一股脑扔进空间里，反正这些是见不得光的。白素素不客气的笑纳，然后开始查看旁边的小布兜，里面包着的是一沓钱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仔细一数，刚好1000块钱整。收走这些后，白素素又在房间里来回仔细翻找了一圈，在衣柜夹层里找到了一个藏得很隐秘的玻璃瓶，她直觉这不是好东西，也顺手牵羊带走了。白素素返回医院的路上，顺道买了几件日常生活用品，刚走到医院门口，被2个红袖章给拦住了。你是白素素？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事要你协助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哼，贱人就是诡计多端，刚在这里丢了脸，现在就派你们来故意找我茬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3岁小孩可随意糊弄，就算我做错了事犯了罪，也是公安局来调查，你们没权利。那个狗渣背后的靠山是革委会的，不然以他的能力，不可能被调到市里国营厂来工作。现在他自己不出面，指使这些人来找茬报复，真当我看不出来啊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走不走？怎么还想威胁我呀？你们滚回去告诉他，少给我耍阴谋诡计，老实点将钱给我送过来。我和我妈若有个3长2短，我们这2条命必定拉他一起下地狱。白素素，你若不老实配合，可别怪我们动粗了。呦！怎么着，在你们革委会的管辖下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吗？白素素，你思想有问题，该好好惩戒教育，老实跟我们走，再胡说八道别怪我。盘城革委会的人挺威风啊，今天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。 2个红袖章见这人是个生面孔，但一身气势不容小觑，面对他时也谨慎了2分。你是什么人？既然知道我们是革委会的，就不要多管闲事。陆浩然刚回姨妈家办了点事，又回来找白素素。这2个人明显是白建仁指使来的，明的不成就来阴的。陆浩然没理会这2人，面色严肃地说着：“
素素，你的家世不是普通的家世，我看你父亲也不是善茬，眼里没你这个女儿的存在。你若想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最好现在去公安局走一趟。行，我将东西放下就过去，回去告诉白贱人，我不跟他这贱人一样使下贱手段，我光明正大跟他对着干。我现在就去找领导，他给我扣的帽子让他自己送过来。这两个红袖章见白素素有靠山，直觉不妙，也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紧赶着跑回去报告了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接我未来媳妇去吃饭。那个，我说陆副团长，你还没冷静下来啊？白素素把买的日常用品放到病房后，被陆浩然带着去了离白贱人住处不远的小区家属楼。陆副团长，这是家属住宅区啊，咱们不是要去公安局吗？来这里做什么？见领导不一定非得去办公室。哎，这话说的没毛病，只是白素素总觉得不对劲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种想法。陆浩然，你说的公安局领导该不会是你姨妈吧？你是带我来见她的？你真聪明。聪明你个头啊！你刚怎么不提前跟我说？我空着手过来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非常失礼。你是来谈公事的，带礼物过来影响不好。他说的好像也对。宋涛正坐在客厅里看书，见表哥带白素素来了，朝他笑了笑，对屋里喊道：爸妈，小白来了。宋涛比你大，喊小白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妈学校里养了条土狗，我给它取名小白。白素素礼貌周到，等主家长辈落座后，她这才坐下。陆浩然挨着她坐下，先开口说道：姨妈，刚刚有2个革委会的人去找素素麻烦，估摸着是他爸指使的。素素，你爸是哪个单位的？应该是机械厂，我也不太确定。你连亲爸的工作单位都不清楚？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是宋涛的父亲，谭城的市委书记宋金尧，一身的官气。我们母女俩从不问他的事，他调到市里工作也从未跟我们说过，我们也从不问他要钱。逢年过节他回来一趟也基本不交流。总之这个人有跟没无差别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爸在外边作风有问题？白家那一帮子垃圾好吃懒做，所有家务农活都是我们母女俩干，这样省心又赚钱的奴隶突然间不用了，还没有任何理由的要将我们赶走，除了在外边勾搭上了对他有帮助的女人外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其他原因。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做？抓奸，你帮我查到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，我抓奸的时候带你去看热闹，你再帮我敲锣打鼓喊人来配合，最后的表彰功劳都归你，怎么样？咱们俩好像没那么熟，这种事喊我合作，真的好吗？我知道你很擅长干这种事，在学校里应该没有实践机会，既然休假回来了，那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拿着表彰功劳回学校，说不定今年还能评个优秀先进。自家表弟的性格，陆浩然了如指掌。宋涛从小就爱热闹，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他，总之是打探花边情报的好手。表哥，我现在好奇心没那么重了。宋涛嘴上说好奇心不重，可行动上一点都不慢，半个小时就把白建仁的情况摸清楚了。爸妈，白建仁这个人不简单哟，原先在机械厂当后勤主任，半年前调至钢铁厂任财务科主任了。机械厂升调钢铁厂，后勤部转财务科，简单的人肯定做不到。白建仁的靠山是革委会的副会长秦德春，他的工作安排都是秦德春的妻子赵玉书一手包办，他深得赵玉书信任，是他的心腹。这2年的表现更入了秦德春的眼，逢年过节经常登门拜访。秦家小女儿秦梦兰的男人2个月前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他现在是有名的香饽饽寡妇，白建仁跟他勾搭上了，但秦德春夫妻俩还不知情。这调查结果在白素素的意料之中，想着跟白建仁勾搭的贱人身份，嗤笑一声。前夫才死2个月就迫不及待找下家，也不怕他前夫将棺材板顶开来找他麻烦，估摸着2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，这是怕露馅出事才回来逼迫我妈离婚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爸刚从医院回去后，听说被人打晕在家属区门口，单车和身上的东西都被抢走了，家里也失窃丢了钱。听到这消息，白素素影后附体，演技飙升，一脸震惊道：在家属区门口被打被抢？对，他刚报警了，现在公安局的人在查。白素素，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我也想跟我有关系啊！我若早知道他的住址，我肯定会抢先一步去揍他，揍完再拿走该属于我们母女俩的钱。说到这里，白素素温婉大气的面容上闪过狡黠，笑得贼兮兮的。白建仁刚被打了，家里还失窃了，肯定不用多久就会传开，跟他勾搭成奸的女人应该会上门安慰吧？我现在去抓奸正是合适的机会。他是你父亲，他若出事，对你的前程没有半点好处，你确定要做这事？伯父，那个位高权重的靠山如此器重他，说明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牵扯，我不清楚是否会牵扯到更深层次的事，但利益绝对是牵扯之一。机械厂和钢铁厂都是效益好的国营单位，将他安插在这2个厂里，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1、2。白建仁肯定帮他们捞了油水，白建仁一旦出事，他的靠山定会力保，所以我就算闹得再凶，也只不过是把他的脸皮扒掉，短期内影响他的工作晋升而已。说到这个，白素素看宋金瑶的眼神有些深意，笑嘻嘻道：
当然了，若是有些正直的领导想利用他当导火线来整顿谭城，那狗渣贱人的结局肯定会死得很惨。你爸若听到你这一席话，知道你如此聪慧，也许会后悔之前的所为。他才不会后悔。白素素早看透了狗渣的品行，她的眼里只有权势、地位和金钱，其他的一切都不会看在眼里。好家伙，这个魂穿到70年代的白素素，准备带人去捉奸出轨的渣爸了。白同志，你家的事我听涛子说了，关于你爸的事，我们家首区的邻居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背后靠山地位高，大家不想招惹麻烦，也就没人去出头举报。李崇，那个女人经常过来吗？没有经常过来，年前我妈和大伯母大清早撞见过2人一回，一直到过年前2天，那个女人又来了，在这里住了1晚。被你大伯母撞破了，2人怕被举报出事，所以那狗渣紧赶着过年回来就逼我妈离婚了。李崇尴尬的笑了笑，没有接话，算是认同了白素素的猜想。白贱人完全不知道他的好女儿在等着抓奸，此时正跟秦梦兰在屋里你侬我侬。坏你坏你坏！秦梦兰的男人没了，她和一双儿女依旧住在离婆家不远的家里。她现在跟白贱人是私下勾搭来往，暂时没让儿女知道。今晚上出来都是找加班的理由来的。白素素一直在盯着白贱人的屋子，见刚到7点钟就迫不及待开工了，内心忍不住耻笑，也紧跟着做准备了。陆浩然同志，能帮个忙吗？任凭吩咐。狗渣家那扇门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吧？其实白素素手里有钥匙，可她不能暴露，只得请陆浩然出马。包在我身上。李哥，借点东西呗。你要什么？你小时候是经常吃竹笋炒肉，还是藤条焖猪肉？李崇一脸猛怔，他表示没听懂，陆浩然却听懂了，非常好心的帮忙翻译出来。素素的意思是，你妈抽你的时候是用竹片还是藤条？2道菜换得来，味道香的我家都闻得到。我打算今晚上给狗渣爹和他的相好炒2盘菜。李崇懂了，无奈失笑，转身去帮他找工具了。再给我找2个套头的麻袋，越脏越臭越好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白素素临走时又找李崇借了1把盐。家属区还有不少人家亮着灯的，各家的孩子都在屋里吵闹，外边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也没人注意。屋里的狗男女正在勾芡，不要脸的骚贱女人叫的人头皮发麻。养仔。正在兴头上的白贱人完全不知道窗外有人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也不知道陆浩然怎么弄的，铁丝在锁孔里来回转动了几下，门锁就打开了。白素素送了他一个黄金大拇指。Nice。4人随即冲进了屋里，直奔正在勾芡的狗男女。嘴里被塞上臭袜子，脏臭的麻袋套在脑袋上时，白贱人当场被吓得萎了。躺着享受的秦梦兰反应慢不少，等她回过神来时，一个乌漆嘛黑的麻袋将她脑袋给套了进去。进屋干活的4个人都默契没有发出声音泄露身份。白素素架起秦梦兰，陆浩然架起白贱人，直接将人往外掳去。人刚掳到楼下，秦梦兰嘴里的臭袜子掉了，她也顾不得脸面了，尖锐刺耳的慌乱大叫：“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救我！”白素素直接将他扔到地上，抄起竹篾板对着他脑袋和圆滚滚的屁股一顿狠捶。白素素下手很辣，完全未留力点，每一下都是尽全力抽打。抽完秦梦兰立即对白贱人下手，先一脚将人踹倒。也是绝了，他的脑袋正好杵在地上，屁股拱着，姿势正适合白素素下手。嘿嘿。寂静的夜里，鞭打声那叫一个响亮，下手狠辣的旁边的3人都心肝颤了颤。陆浩然见邻居都跑过来了，连忙去拉白素素快走。白素素今晚上也撒气了，不过还有点事没干完，抓起放在兜里的盐，冲过去扒掉白贱人和秦梦兰的裤衩，往血淋淋的屁股上各撒了一把。白素素一个手势下令，搞事的4人组拔腿逃跑。狗渣见货屁股都被抽烂了，此时一把盐渗进了伤口，疼得2人满地打滚，嚎啕大叫。家属区的邻居已帮忙将麻袋取下来了，旁边男女老少几十号人围着看热闹，看到他们这副衣衫不整的模样，只要眼睛没瞎的人都知道他们刚在做什么。一个有妇之夫，一个男人刚死不久的寡妇，无耻不要脸的勾搭成奸。见他们俩的屁股被抽得血淋淋的，在场的人可没人同情，不少妇女同志还在偷偷臭骂2人不要脸。搞事的4人组并没有跑出很远，此时站在大街上捧腹大笑。后面估计还有热闹看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回去看热闹了，明天再跟你们说。李哥，谢了，明天中午我请客，12点钟国营饭店见。哦，明天见。等李崇走后，陆浩然兄弟俩又与白素素道别，临走时还叮嘱他：素素回去早点睡，后面的事我们会盯着。好，今晚上谢谢你们了。
白素素没有回医院，而是隐身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机械厂家属区。秦家人已经收到消息过来了，秦德春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，当场就赏了他们俩的一个大耳刮子。白素素见白建仁在秦德春面前老实的如同鹌鹑，最后秦德春出面暂时将事情压下，怒火中烧将两人先带回了秦家，白素素也跟着他们去了秦家。一到家里，秦德春反手又赏了秦梦兰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秦梦兰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你们今天干这种破烂事，还被抓住揪出来殴打，你让老子跟你一双儿女怎么做人？女人刚死了丈夫就找姘头，正勾芡时被捉脏在床，娘家人还要帮着遮掩。紧接上集，秦梦兰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你们今天干这种破烂事，还被抓住揪出来殴打，你让老子跟你一双儿女怎么做人？老秦，梦兰被打得这么惨，她已经够可怜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个混账这么不要脸，都是你纵容出来的！你再帮他说话，你们母女俩全给我滚出去！被秦德春当着儿女孙辈们怒骂，赵玉书气得脸都红了，想要争辩反驳几句，秦家儿媳妇连忙拉住他：“那快别说了，搭在气头上，您现在多话只会火上浇油。”之前白素素对秦梦兰下了狠手，不知狠抽了她的屁股，也将她的脸给抽肿了。白建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像一条死狗般跪在地上，被秦德春指着脑袋臭骂：“爸，您先消消气，我们商量下怎么善后，让他们先用药处理下伤口。”哼，去将李医生请过来，来家里给他们处理，别去外边丢人现眼了。小敏，你去喊李医生来。赵玉书连忙给孙女派使，他说完又赶紧搀扶秦梦兰回屋。白建仁也起身，忍着疼痛，跟着秦家孙子去客房了。隐身的白素素在秦家各处转了转，此时已跟着秦家母女俩来到了屋里。梦兰，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糊涂事呢？杨平才走了2个月，今晚上的事肯定已经传到杨家去了，你那婆婆回头肯定会骂死你的。秦梦兰趴在床上流眼泪，也不知道是后悔羞愧的，还是疼出来的眼泪，此时慌乱害怕的很，根本不敢接话。我早跟你说过，白建仁老家有媳妇女儿，你们俩就算有想法，也得等他离了婚再光明正大走到一起呀。你们现在偷偷摸摸搅和到一起，还被人抓住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，若是不处理好，你们俩这辈子就完了。白建仁的媳妇是个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，随便给点钱就能打发掉。他又没儿子，只有个女儿，这女儿迟早要嫁人的，将来不用他管。你们既然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，你就给他点时间，让他回去将农村的拖油瓶处理了，到时你俩再正式上门跟你爸说清楚，他不会反对你们的。赵玉书一边碎碎念，一边帮秦梦兰脱裤子。当看到他身上血淋淋的伤口时，又咬牙咒骂：“这个对你下手的人也太黑心狠辣了！我们必须将这人揪出来，不然他真当我们秦家是吃素的吗？”哼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有这样的吗？难怪能教出这样不要脸的女儿来。客厅里，秦家父子也在商谈这件事。秦向南紧皱着眉头：“爸，今晚上对他们下手的人，恐怕不一定是奔着见人去的。也许是借着此事奔咱家来的，若是处理不当，有些人恐怕会揪着这事向咱们发难。”我知道，今晚上殴打他们的人，跟白天殴打抢劫贱人的人，肯定是同一拨人。秦德春在回来的路上问了白建仁，对方是开门闯入屋内的，说明他的钥匙是在对方手里，还有那本很重要的账簿也落在了对方手里。派人去查，一定要将这人查出来，将东西找回来。好，我现在去。李医生是个男医生，秦梦兰伤到的是私密处，他不让李医生给他处理伤口，最后让赵玉书拿药过来给他擦拭上药。梦兰，你忍忍啊，我先给你洗一下，还得用酒精擦拭消毒。了，您快点吧，我都要疼死了。知道了，我要用酒精了，你拿个东西塞嘴里，别咬着舌头了。哎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秦德春和其他人全站在外边，并没有推门冲进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老大媳妇，你进来帮忙，我不小心将酒精全泼在梦兰伤口上了。推门进去的秦家媳妇见小姑子疼得面目狰狞，吓得心肝一颤。刚刚鬼使神差的，手没拿稳，不小心全泼了。婆媳俩的声音并不小，外边的人都听到了。李医生站在门外喊话：“秦夫人，酒精泼了就算了，这也没法止疼，只能让秦梦兰同志咬牙忍住了。你们拿个东西塞她嘴里，可别咬伤舌头了。”老秦，梦兰伤得不轻，若不用好药，10天半个月都没法出门。你去取点好药过来给她用吧。秦德春生气归生气，其实也疼秦梦兰这女儿，嘴上没再说什么，黑着脸转身走了。
见秦德春要去拿好药，白素素立即把腿跟过去了。白素素一路跟着秦德春去了地下室，里面堆满了柜子和箱子，她粗粗一数有10多个，地上还放了7、8个保存完好的古董花瓶。秦家收藏颇丰啊，这些东西很明显来历不明，估摸着是从别人家抄家昧下的，不是黄金就是贵重文物首饰等，总之就是不能见光的。看来这些东西只能便宜我了。秦德春此时将箱子打开，从内取了一盒药。白素素看了一眼，见药盒上写着英文字母。在现在这种政策环境下，秦家连进口药都敢私藏，贼胆不小呢。白素素腿脚快，先一步回到秦梦兰的房间，见她趴在床上跟条死狗一样，任由嫂子清理伤口。这点疼痛都忍受不了，我保证你日后还有数不清的噩梦日子。等赵玉书接过秦德春送来的药，从门口往床边走时，白素素瞄准他的小腿，不小心把自己的脚伸了过去。赵玉书被绊倒，脑袋正好砸在地上，血花四溅。那你怎么样？小敏，快进来帮忙，妈摔倒磕破脑袋了。赵玉书满头是血，秦家又是一顿兵荒马乱。白素素趁机顺走秦德春的钥匙来了地下室，将里面的东西一扫而空，全部收进了储物戒指中。白素素发现墙上还有个小开关，她直觉这不是个装饰品，用力按下。白素素猛然回头，看到后面墙壁上打开一扇小门，门后另有玄关。当看到墙后小密室内堆积的整整齐齐数十万的纸币时，白素素冷笑不停。一个小小的坛城阁会副会长，家里竟然藏着这么多钱，看来这些年是专心各处捞油水啊！不义之财，用之于民才是正道。白素素行动速度飞快，全部丢进空间，一分不剩。白素素迅速回到客厅，正好看到秦德春在摸裤腰带找钥匙，她立即不着痕迹将钥匙塞到了他的棉衣兜里。秦德春刚以为钥匙丢了，随手再摸口袋，却发现在里面，迟疑了下也没有多想。此时白见人以上要穿戴好出来了，手捂着屁股站在一边。今天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副会长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马上把离婚手续办好，跟孟兰领证结婚。要多久？2天。白见人算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跟秦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女儿年纪轻轻当了寡妇，迟早会改嫁。其实秦德春也同意女儿嫁给白见人，这样更方便掌控她。我给你2天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2天内必须将你的事办好，跟孟兰领证登记，绝不能给秦家招惹来麻烦。紧接上集，陆浩然和宋涛准备去国营饭店吃早饭，特意来医院喊白素素一起去。白素素，昨晚上秦家特别的热闹，听说差不多半夜2点半才安静下来。又发生了什么事？白素素装作不知，露出一副好奇宝宝的表情。宋涛将得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他。事情都传开了，秦梦兰婆家那边有反应吗？肯定有反应啊！杨家那老两口可不是善茬，听说天没亮就去了秦家，在屋里大吵了一架。出来后对外放的话，他们与秦梦兰断绝关系，一双孙儿孙女归杨家，不准秦梦兰带走。从今往后也不准秦梦兰再进杨家的大门。哼，狗渣若知道这事，估摸着要高兴坏了。他肯定不想当后爹，不会花钱养着秦梦兰的一双儿女。现在杨家不准秦梦兰带走一双儿女，正合了他的意呢。素素，咱们走吧，先去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到了国营饭店，陆浩然点了3碗面，买了3个白面馒头，还单独给白素素买了2根油条。买这么多，你把我当猪喂呢？猪梅，你长得好看。你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手里的馒头怎么不香了呢？我待在这里好像有那么点多余。我妈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她昨天半夜醒了一次，后面好好养1周左右就能出院了。素素，你们母女俩有什么打算？你那个狗渣爹跟秦梦兰搞在一起了，现在动静闹得这么大，他们若不想被送去农场接受教育，就只能登记结婚。这2天肯定会对你们施压的。我们不怕施压呀，他有本事使出来呗。总之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敢下黑手将我们弄死的。见白素素胸有成竹，明显心里有了计划。陆浩然笑着对他说道：这2天我没有事做，负责保护你们母女俩的安全。副团长亲自出马，是我们母女的荣幸。表哥这是打算从他们母女俩2方面同时攻破下手啊！桃子，去把面端过来。我确实多余过来。白素素前脚刚回到医院，媒婆后脚就找过来了。白家妮子，你爸又来了，他今天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好像是被人打伤了腿。肯定是在外边干了缺德事，又被人削了呗。他以前也被人打过啊。好几年前在老家被人打断了一条腿，鬼知道他在市里做什么，说是当什么干部领导，回老家装的人模狗样，摆出一副官派架子。
其实就是个彻彻底底的人渣败类，现在又被打成半残废，肯定是在外边得罪了不能招惹的人。依我看就是活该，我若是在呢，肯定还要送他2个大笔兜。白素素声音不小，臭骂的时候根本没藏着掖着。刚走到门口的白建仁听得一清二楚，怒火一下就冲到了头顶。白素素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谈点事。白素素从病房出来后，不等白建仁张嘴，抢先问道：钱拿来了没有？怎么你没送钱来？打他！哼！啊！我带了。那还磨叽什么？赶紧拿来！白建仁被白素素的态度气得想咬死他，可现在自己走路都不顺畅，根本不是白素素的对手，只得咬牙忍着，从裤兜里掏钱，一堆花花绿绿的票子翻出来，倒也正好凑够了200块。拿来吧你！哎，看着白素素这副泼辣蛮横的模样，白建仁只觉得心口都被棉花堵死，气都喘不过来了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！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不管我什么样子，总比你强100倍。我看自己怎么看都顺眼舒畅，反倒看你就跟吃了屎一样恶心。有屁快点放，我没空陪你叽歪浪费时间。见白素素油盐不进，白建仁气得差点心梗，闭着眼睛深呼吸了几下才缓过劲来。我跟你妈的婚离定了，现在她昏迷不醒，你带她做主，你开个价，只要……白素素，你疯了吗？回答白建仁的是一脚，他受伤的屁股摔在地上，惨叫声极其尖锐。白建仁，你个狗渣贱种，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妈在白家当牛做马，伺候你家一窝子烂根，上班赚的钱被他们全部扒拉走，农活家务活都是我妈包揽。你们白家一家子整天游手好闲，过悠闲日子，过得比资本家和地主的日子还要好。你一个混混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我妈耐心教你学习写字做人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跟着那些狗东西发达了，常年不归家，在外边跟野女人风花雪月，我妈从没说过你半句不好的。你在县城上班也好，要到市里工作也罢，我妈也从不过问你的事，给你足够的尊重和理解。据我所知，从我出生到今天，我妈从未问你要过1分钱，你也从没主动给过我们1分钱。现在我妈被老千婆打伤了，我问你要手术费，你还死活不给，不救我妈的命。白建仁，现在她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你却还来逼迫离婚，你真的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不对，拿你跟畜生相比，还侮辱了畜生呢。畜生动物都知道要保护妻子儿女，他们本能的知道去找吃的养妻儿。你呢？你自私自利，无耻到只顾自己，你连畜生都比不上。哼！白素素说完，对着白建仁又是一阵狠踹。白建仁被单方面收拾殴打，没有一个人过来拉架，连保卫科的同志都站在暗处没动。你今天威逼着我妈离婚，是不是你在外边勾搭的贱货肚子里有野种了？白建仁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，就算贱货有野种了，想要我妈离婚成全你们，门都没有。你这样的垃圾，我们母女俩不稀罕，但我们的脸也不是你们想打就能打的，给我滚！白素素刚把这垃圾送走，背后就有人喊她：白素素，你媽醒了，你哋剛吵架嘅事，佢都聽到了，佢讓你進來。也许是有了这2天的缓冲，白素素对原主妈并没有任何陌生感。当看到她睁开的双眼，一股本能的酸涩充斥在眼里。妈，没事了，醒来就没事了。素素，别跟他吵架，别气到自己，他不配。妈，您说的对，他不配。素素，暂时别跟他们起冲突，你一个人打不赢他们。等妈身体恢复出院后，我再报警处理。妈，您安心养伤，我不会吃亏的。我们现在在市医院，那一家子渣子被我修理一顿，滚回大猪圈大队了。这个狗渣不知道被谁打了，好像伤的也不轻。我刚揪着他暴揍了一顿，伤上加伤，短期2、3天肯定不会来找麻烦了。素素，你好像有些变化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妈，你只昏迷了2天，我应该没变化才对啊。俗话说知女莫如母，他们母女俩日夜相伴18年，没有谁比白水仙更了解自己女儿的。白素素此时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素素，应该是妈妈感知出错了。唉，昏迷2天，对妈妈来说就是过了2辈子。妈，您怎么了？素素，我这次因祸得福，恢复记忆了。真的吗？过去的事情您都想起来了？都想起来了。白水仙回答这话时，并没有露出笑容，从前淡漠的眼神里多了很深的伤痛。妈，过去的记忆是不是不好？白水仙抿了抿唇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沉默等于默认，白素素也不多问了。妈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忘掉不好的过去，以后我们母女俩相依相伴，将未来的日子过好。素素，妈妈很庆幸有你，有您这样的妈妈，我也感到庆幸。随后，白素素又将这2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他，当然隐去了穿越和隐身干好事的事。得知女儿为了筹手术费相亲嫁人的事，白水仙眉头皱起。素素，这相亲结婚的事不能草率决定，你回头请那位同志过来，我跟他好好谈谈。妈，陆同志晚点会过来，您先好好休息。刚说了这么久的话，白水仙也有些累了，想着白建仁的事，又跟白素素说道：
素素，他要离婚的事你怎么看？妈，这种畜生不如的狗男人不要也罢，我也希望您跟他离婚，只是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他。素素，白建仁不是个东西，确实是个畜生不如的渣子。不管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就算送他坐牢或枪毙，妈妈都不会有二话。你只管放手去做。紧接上集，白建仁一瘸一拐回到钢铁厂时，办公室同事通知他被休假了。白主任，厂长给您批了1周的假，让您先回去处理私事。您之前负责的工作现在已经交接给林副主任，厂长让您将财务报表等资料先移交给他，等您的事情处理完再转回来。白建仁刚离开钢铁厂，就有人过来找他，来人是他的铁杆兄弟刘猛。白哥，要我们动手吗？医院那边暂时不要动，现在动手对我们非常不利。你们先帮我把昨天抢劫的那帮人找出来，一定要将东西拿回来。白建仁现在最担心的是账簿落到市委领导手里，这本账簿记录的太详细，一旦落到领导手里，他的末日就来了。我们一直在查，可没查到有用的线索。白哥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女儿干的？她虽然有动机，但没那么大本事，而且她以前从没来过坛城，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，不可。说到这里，白建仁突然想起在医院门口有个英俊的年轻男人出手帮他。白哥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你派个人去盯着白素素，看他身边有没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走动，对方应该是个军人，20出头。若是看到了，查下这个人的来历。紧，我亲自去。后窗玻璃被敲响，白素素打开窗户，见是陆浩然在外边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不从前面进来？素素，外边有人盯着你。有人盯着我。早上狗渣过来了一趟，逼我妈办离婚手续，被我暴打了一顿。难道这个人是他派来的？素素，你先不要离开病房，我去查查他。陆浩然将保温桶递给白素素，跟他说着：“我熬的鸡汤，阿姨醒来了正需要进补，你喂她多喝些鸡汤补补。”陆浩然，谢谢你。我是你未来男人，不用说谢谢。哎呀，你坏！陆浩然不尴尬，他反倒有2分尴尬，耳尖都开始发烫了。今天中午的饭局你别过来了，我去请李虫吃饭，晚点我再给你送饭过来。好，给你10块钱，你们点几个好菜吃，也代我向李哥道歉。不用拿钱，我的钱将来都是你的，用我的就是用你的。哎呀！陆浩然厚着脸皮说完这句就走了，留下白素素站在窗边磨牙切齿。素素，谁在外边？白水仙醒来就听到女儿在跟人说话，隐约听到是个男人的声音。刚刚是陆浩然来了，给我们送了鸡汤。他发现门外有人盯着我，就没进来了，从窗户这边塞进来的。盯着你，肯定是那个人渣派来的。我在这里只得罪过他。白素素直觉是奔着妈妈来的，说不定是想拿捏住妈妈这个软肋，然后逼她就范。素素，你说白建仁的姘头是坛城革委会副会长的女儿？是的，他男人才死2个月，有1双儿女，婆家也是坛城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听陆浩然的表弟说，他婆家的男人都在武装部和公安局、民兵队等单位任职。他男人怎么死的？说是突发心脏病。妈，他男人应该不到40岁，他刚死不久，这2人就勾搭到了一起，您不觉得很蹊跷吗？他男人的死不好说，这2个渣子10有8九早就勾搭到一起了。妈，狗渣贱货昨晚上丢尽了脸面，现在坛城估摸都传遍了。秦家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送去农场改造的，定会逼迫狗渣取贱货。他下午肯定还会过来，我打算先要回一部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您觉得我开什么条件为好？钱的数额你随意开。白水仙其实不稀罕他的钱，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。素素，当年我失忆遇见他时，我身上有将近1000块现金，还有5根金条，全被他拿走了。素素，现在我们处于主动位置，着急的是他，你可以随意狮子大开口。他为了保住工作和前程，就算恨死了我们也会交出来的。除了金钱补偿外，你让他出面把我们的户口迁到坛城来。这年头城镇户口是香饽饽，想要农转非难如登天，但对白建仁和秦家来说不难，他们一句话就能办到。妈，我知道了。陆浩然在过来的时候，这回走的是门。白素素将门关上就问他，盯梢的那人已经走了吗？我之前让涛子去查了他，查到了他的底细，刚找了公安同志配合，将他给吓跑了。陆浩然见长辈睁着双眼望着自己这边，忙出声问好。阿姨您好，我叫陆浩然。小陆你好，刚刚我还和素素聊起你呢，我也听说了你们相识的事情，真的很感谢你及时垫上医药费。阿姨举手之劳的事不必客气。小陆，你和素素相亲的事我都听他说了，素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她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她的婚姻感情我并不会干涉插手，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。阿姨，我和素素相识过程虽然偏戏剧化，但我相信这是上天注定的姻缘。我是一名军人，我可以以军人的名义向您保证，只要素素同意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。小陆，阿姨看到了你的决心，
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尊重素素自己的选择，也尊重你们年轻人的追求想法。我只有一点要求，若是你们互相认可走到了一起，相爱时请你给予素素足够的尊重与信任，也尽可能的保护好她。将来若是不爱了，两人无法再携手走下去，也请你给素素尊重和颜面，不要让今日的美好变成讽刺。妈妈这一席话，听得白素素心头一颤，并非感性的她这一刻双眼发热了。素素，妈妈不希望你步我的后尘，走我走过的老路。妈，不会的，世上渣男虽有，我们母女俩不见得都这么倒霉会遇上。虽然现在家里这个狗渣很可恨，但也不能因为他这一颗老鼠屎就认定这世上的男人全都是渣子。我们拿着放大镜寻找，总能找出几个好的来。白水仙被他这话逗笑了，压抑在心头的难受也消散了些。小鹿，我听素素说你这次来坛城探亲的。是的，我家是京都的，姨妈姨父在坛城工作，过2天是姨父50岁生日，我过来陪他过寿。你工作的部队驻扎在哪里？汉城。坛城到汉城倒也不是很远，坐火车也就7、8个小时。阿姨，您去过汉城？去过，15、16岁的时候跟家中长辈去过。听他这回答，陆浩然眸光一动，也反应过来了。阿姨，之前听医生说您头部曾受过伤，素素说你失忆忘记了以前的事，现在是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。妈，我之前都还没问您外公家是哪里的。素素，你外公家是哪里的已不重要了，你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都不在了，早化为了尘土，我们家只剩下我们母女2个人了。白水仙说到这时，心情明显的低落了，眼皮也垂下，遮住了里面浓烈的悲痛。妈，您刚动完手术，情绪不宜大起大落，过去的事暂时不想了。宋涛手里头提着一袋冰糖干，进屋就塞白素素手里了。阿姨您好，我是宋涛，陆浩然的表弟。小宋你好。宋涛之前是去茶室了，打过招呼后就告诉他们新打听到的消息。我刚打听到了准确消息，您的狗渣爹被钢铁厂通知休假了。秦梦兰本在武装部内广播站工作，杨家干预出手了，他刚被单位开除，单位的通报还着重写明了他是个人作风有严重问题。杨家还挺有魄力，我还以为他们会看在2个孙子孙女的份上，最多臭骂谴责他一顿呢。秦梦兰她公公的脾气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硬臭，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，把杨家人的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当然了，杨家再气愤，其实也有考虑2个孙子孙女，想给他们留点脸面。可跟秦家不对付的人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他们在背后不停使力，暂时逼不动秦家大义灭亲，只得从杨家这边下手。哼，他也是活该，偷人犯贱就要承担起后果来。小宋，白建仁只是被暂时安排休假，工作并没有任何影响吗？他跟秦家牵扯很深，秦家在力保他。看来他是秦家最忠心的狗啊！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本事是捞钱。他这个人视财如命，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。他贪婪无度，毫无底线，在捞钱方面是蚊子腿都不会放过的人，这是他的致命弱点。若是有领导想动他，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阿姨，白建仁这人得慎重处理，不能让他影响素素的前程。见陆浩然考虑深远，考虑到了女儿的前程，白水仙看他的眼神多了2丝满意。素素，他不会影响到你，不配成为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白建仁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紧接上集，素素，白建仁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21年前，我和你亲爸在2家长辈的见证下结婚，后面因为各方面原因选择离婚。离婚后，我搬回娘家生活，只住了不到半个月，娘家遭遇大难，全家只剩我一个人活着。当时我万念俱灰，想随父母哥哥们而去，在寻死的时候突然发现怀孕了。为了你，我最后选择活下来，决定到南方去投奔父亲的故交。那一年也是多灾多难，坛城发生洪涝灾害，铁轨都被冲垮了，我不得不下车转道，打算越过阳县去隔壁的平城乘坐火车。可一到阳县就遇到2波地痞混混互殴打架，我无端受波及伤到了脑袋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失忆了，过去的事都不记得了。白建仁就这样无耻地冒充我丈夫，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白水仙，然后将我带回了白家，还对村里的人撒谎说是他在外边娶的媳妇。妈，这个狗杂种，我要弄死他！你想怎么对付他都行，但是别伤到自己。白水仙现在恢复记忆了，也恨毒了白建仁，被他欺骗了18年，在白家当牛做马的伺候回报，现在就想剁碎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妈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他在这里经营多年，背后有革委会的高层给他撑腰，我不会盲目冲动报复的。阿姨，他这种行为等同于拐骗妇女，您可以去报警。加上他现在乱搞男女关系，公安局接到报案会立即抓捕他的。阿姨，我妈在公安局工作，您若想报警，我可以帮忙。谢谢你们，这个无耻人渣，我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。不过事情的一步步来，我得先把离婚的事情办了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得要回来。另外，我的脸不是他们能踩的。这对人渣贱货想得到成全，必须来我面前付出代价。
阿姨，这人渣的事情不急于这一时，您先养好身体，等身体康复了再来动手收拾他。白素素，你爸又来了，你早上将他打了一顿，他在医院上了止疼药，这会又过来上药了，现在在门诊部，他让我过来喊你去一趟，说要跟你谈点事。护士传话时表情很复杂，见他满脸怒容，估计又要过去干架了，连忙提醒一句。他这次带了2个人在身边，都是高壮的男人，你别跟他们对着干。你若不想去谈，可以不去；实在不得不去，可以请医院保卫科的同志陪你去。好，谢谢你，同志。素素，我陪你去。陆浩然一个顶10个保卫科，保护白素素安全的事用不着请别人，同时也给表弟安排事情。桃子，阿姨这里不能离人，你在这里陪阿姨，我们回来之前不要离开。白健人刚换完药出来，就见白素素过来了。也许是上午那一顿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现在一看到白素素就本能的发颤害怕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快拦住他！让我来的是你，拦着我的人也是你，见人就是矫情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这个人可真没教养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教养？白贱人，管好你养的狗，让他给我闭嘴，不然我不介意今晚上吃狗肉火锅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六，你别说话。白健人给老六使了个眼色，压制肚子里的火气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跟白素素谈事。我们关系闹得这么僵，已经没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。你妈现在这种情况也需要静养调理，我们长期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跟你妈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现在闹成这样，真没有必要过下去了。你妈这次受伤是我爸妈他们做的过分了，我会多给你们一些补偿的。行啊，那你先说个数吧。你想要多少？10万。你这是抢钱？我是在抢钱啊！这么绝佳的机会，他自己送上门的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凭什么不狮子大开口明抢？老六被气得想动手，抬起手就往前冲。你今天敢动素素一下，我就让白健人下半辈子在床上吃屎喝尿。老六，回来！白健人连忙喝止老六，他太清楚白素素的脾气了，两方若动手，今天最后吃亏的铁定是他。白哥，他太气人了。白素素，你这不是诚心跟我谈？切，真是好笑！我为什么要跟你诚心谈？现在又不是我要急吼吼去娶那个跟你勾搭的贱货。白健人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升，面皮明显的红了，咬牙切齿的开出价格：1000块。我现在往你脑袋上砸一棍子，不论生死，我给你1000块，行吗？2000块。白素素没理会他，态度表明不满意这个数。2200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妈在白家当牛做马18年，就算是地主家的丫鬟，18年的工资也不止这点了。更何况她这么多年赚的钱全被你们家抢走了，她的工资你必须给我还回来。我没拿，钱在我妈那里。母债子偿，你若只能给出这个数，那就不要再谈了。现在是否离婚的主动权在我妈手里，我们就是不离，就算恶心也认命了。我们豁出去也不会让你们如愿。回头我去告诉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渣贱货，送你们去剃阴阳头，去农场挑大粪改造。白素素说完直接走人，见他要走了，白健人气急，连忙喊他：你回来！3000、3500、4000。白素素停住脚步，转身跟白健人准备谈价。喊出这个数时，白健人心肝脾肺肾都疼了。白素素，你别太过分了，3500已足够你们母女俩吃香的喝辣的很多年了。4200。白素素，你拿了钱也要有命花才行啊。5000。你欺人太甚，你找死啊！老六，给我闭嘴！5500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另外，将我们母女俩的户口迁到郯城，事情办妥，钱到位之后，你再来病房找我。白素素说完，潇洒转身，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大步流星离开了。老六两人见他都被气吐血了，连忙过去搀扶。白健人缓了10分钟才缓过劲来，捂着生疼难受的胸口，阴狠的双眼里闪过浓烈的杀意，嘴上倒是没有放狠话了。大哥，气大伤身，你暂且忍耐下，先给钱办事，用这笔钱彻底跟他们母女俩斩断关系。他无情你可无义，等你和秦同志结婚确定关系后，我们再收拾他们不迟。他们孤儿寡母的，就算这个白素素再疯癫泼辣，我们多安排几个兄弟过去，准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今天吞进去的钱，分文不差都得给我们退回来。白哥，回头我去帮你要回来。今天你挨的这打，我帮你打回去，我保证将他打残。他们不说，白健人也是这样计划的。他原本想1000块将白素素母女俩给打发了，却没想到白素素欺人太甚。想到这里，白健人将喉咙里的腥味吞下去，咬牙切齿地安排着：老严，户口的事你去办，明天之内一定要办好，我只有2天时间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老六，你收敛点脾气，送白哥回去，今晚上留在身边照顾着。我知道了，
白哥，过段时间我一定帮你报复回来，我保证打断他一球锤。回到病房后，白素素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。陆浩然又对表弟说道：桃子，你去公安局走一趟，看姨妈那边行动了没有？今天先砍掉白建人的一条胳膊。宋涛点头应了一声，随后就迅速离开了。白家母女俩都一头雾水。白素素紧接着问道：陆浩然，伯母那边有什么行动？上午在医院盯着你的那个人叫刘猛，公安局早就在盯着他了。他是坛城地下帮派的头目，没少干违法乱纪的事。之前公安局一直没查到他背后靠山的身份，也就没有动手抓他，想用他当鱼饵钓大鱼。今天他跑来医院盯着你，反倒暴露了他后面的人，这人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白素素明白了，想到刚才护着白建人的那2个人，一看也不是好货色。刚刚那2个估计是一丘之貉。他们现在去办户口的事了，先留着他们办事，事情办完再收拾他们。小陆，帮我们向你姨妈道声谢，回头我身体好了，我再带素素登门道谢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情，莫过于人活着，钱却没了。此时的秦德春和赵玉书深有体会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谁潜入了地下室，将家里给洗劫一空的？这是人还是鬼偷的？别哭了，今天上午有没有谁来过家里？你们上午都上班去了，我和孟兰去卫生所换药输液了。后面得知杨家将孟兰的工作给整没了，我又陪她去单位将手续给办了。回到家里已是2点多钟了，连中午饭都没吃就回房休息了，一直到刚才你回来才开门出来。昨晚上地下室里的东西都在的，现在全丢了，肯定是有人趁上午家里没人，偷偷潜入搬空家里的。这么多东西要搬走，大白天的肯定闹出了动静，左右邻居不可能没看到。老秦，我出去问问今天上午有没有拖拉机或卡车什么的开进来，这么多东西不可能用单车拖走，也绝对不是1、2个人能做到的。好，你去问问，不要泄露任何风声。这个地下室只有他们夫妻俩和2个儿子进来过，连家里的儿媳妇和孙辈们都从未踏足过半步，可现在却被人搬空了。其实他心里的怀疑对象并不是外人，而是自家人。赵玉书神色慌张回来时，秦德春刚从地上爬起来。有问到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问了隔壁老袁家外孙，他整个上午都在院子里跟小孩子玩。他说上午没人开车来过，除了早上杨家的人过来外，没人来过孟家。想着整个地下室里半辈子的积蓄都被搬空了，秦德春气得心脏都钻心的疼，差点绝过去。陆浩然提着篮子来送饭菜时，进屋见长辈在休息，就喊着白素素去走廊上说话了。素素，刘猛被抓了，不过这人嘴硬得很，刚一收到准确消息，他身后的人暗中给他送信进去了。姨妈那边在安排人跟踪，基本锁定他是赵玉书的人，跟白建人一样，都是赵玉书一手提拔起来的。秦家那个老女人挺厉害啊，秦德春能爬到今天的位置，她肯定功不可没。赵玉书确实是坛城圈子里有名的厉害角色，只不过他的2个女儿都没有遗传到他的心计本事。这人牵扯到秦家，坛城这边近期会对秦家动手吗？你想帮忙？秦家的事我帮不到忙，我只能帮忙将秦梦兰的脸踩到脚底下。白素素不想让外人知晓秘密账簿在她手里，她不想牵扯进坛城的动荡中，只是单纯的想报复白建人和秦梦兰这对狗渣贱货。你只管做你的，你只是正常的处理家事，其他的事不参与。秦家应该给狗渣下了通牒，他应该会以最快的速度办好我提的要求。我们母女俩的户口也许明天就能办好。我们落户到坛城需要一个住处，我跟妈妈商量过了，我们不打算买房，想请你帮我租套小房子。我妈这边离不开人，我抽不出身去办。陆浩然没有立即答应，往前挪了几步，眼神悠悠地看着白素素。哼，讨厌了啦！素素，不租房子了，跟我结婚，随军去汉城，好吗？哎呀，我们才刚认识，就这么快结婚吗？素素，我们虽然只认识了2天半，可我却觉得跟你认识很久很久了。这算是情话吗？我不会说那些肉麻的话。素素，跟我结婚好不好？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拥挤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1厘米。我会对你好，会一辈子对你好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以后家里的一切都由你说了算，我会一切以你为重，会无条件信任尊重你。白素素其实也对陆浩然有所心动，作为新世纪灵魂也能够接受闪婚。经过这2天半的接触，她心里也有了当军嫂的准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陆浩然心花怒放，眼里的笑意都要溢出来了，他的眸光太过灼热，白素素都有点招架不住。哼，讨厌了啦！我媳妇好看，永远都看不够。刚才还说不会说好听的话，这不挺会说的吗？白素素受不了他的黏糊劲，其实心头又有2分说不出的喜悦。
结婚的事稍微迟点，我妈妈刚动完手术，接下来得休养一段时间，少则半个月，多则1个月。我们已经跟白家决裂了，不打算回大猪圈大队了，还是要租套房子才行。另外，我们结婚的话，我可以去随军，我妈这边。素素，等我们结婚后，阿姨也去汉城跟我们一起住。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分了房的军官都可以带家属过去住，只需要将手续办好。我那边分了31厅的小套间，其中1间我用来做书房了，阿姨过来也住得下。有了媳妇，还有未来丈母娘，将来再添1、2个孩子，家里定会像其他兄弟家那般热闹起来，不会再跟以前一样冷冷清清了。好，我晚点跟妈妈商量下。素素，饭菜估计要凉了，你快去吃饭，我吃完饭再过来。陆浩然并没有回姨妈家，而是去了邮局打电话给老妈和外公外婆和爷奶家各拨了个电话报喜，又往部队打了个电话，让政委给他审批结婚申请报告。吃完饭后，白素素将刚才跟陆浩然做出的重大决定告诉了妈妈。我这才睡一觉，你们就做好决定了。你们年轻人就是讲究效率，希望小鹿不会辜负你，会一辈子用心呵护你，真诚待你，你们能共同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自己的一生不幸福，现在只希望女儿幸福，只要女儿幸福，这世间所有的磨难我都愿意自己受着。又想到白家那些无耻之徒的所作所为，白水仙心头的怒火逐渐燎原。白家这群无品无德又自私阴狠的渣子也必须得到惩罚报应。宋家夫妻俩和宋涛都来了，陆浩然手上还提着很多东西。素素，听浩然说你妈妈醒了，我们过来串门认识下。谢谢阿姨叔叔惦记。素素，给你和阿姨买了些奶粉和麦乳精，你和阿姨多泡着喝。白水仙的身体还不能动，见陆浩然的长辈来看望自己，忙开口致歉。2位同志，真是抱歉，我这种情况不能起身相迎，失礼之处还请2位见谅。素素吗？不用这么客气，你好好躺着莫动。素素长得那么漂亮，原来是随了妈妈的长相。谢谢2位挂念，也谢谢你们的帮助。白水仙仔细盯着周兰萍看，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看到她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小鹿他姨吗？请问贵姓？我姓周。周同志，我感觉你有点面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白水仙确定不是在阳县见过，想着之前陆浩然说他家是京都的，连忙问了句：周同志，你是京都人吗？我们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，6年前才调到坛城工作的。素素吗？你也是京都人？是，我也是在京都出生长大的。看着周兰萍这张脸，白水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熟悉却模糊的身影。周同志，你认识周怀佑吗？你认识我弟弟？认识，我就说看着你有些熟悉，你跟周怀佑长得有3、4分像。哎呦，原来是我小弟的熟人啊！我们家兄弟姐妹5个，老大老4是儿子，大哥最大，我排老2，浩然他妈妈是老3，怀佑是老4，下面还有个小妹。阿姨，您跟我小舅是从小就认识吗？7、8岁的时候认识的，他跟我2哥是同学，我比他们小将近4岁。他以前经常到我家来玩，不过后来好像是你外公工作调动去了东北，他也就转学了，也就断了联络。我爸曾被调去东北工作了6、7年，当时我们全家都跟着过去了，5个兄弟姐妹都转去了东北读书。一转眼间就过去30年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们都到了当爷奶的年纪了。虽然以前没有见过面，但因为有共同熟悉的人，2人的关系一下就拉近了。妹子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？周同志，现在在你面前的人叫白水仙，过去的我早已随家人而去，应该已无人再记得了，没有必要再提起。看来他娘家的事情非常不简单，也许背后牵扯着很多复杂的人和事。白同志，我们之前在家里听浩然说了你和白建仁的事，对于白建仁这个人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我打算先跟他将离婚的事办了，我们母女俩跟他登报断绝一切关系。办完这2件事后，我再跟他一点点算账。这些年素素跟着我在白家受够了苦，我不能让白建仁这个渣子连累素素一辈子。白同志，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白建仁，以他现在的情况，离婚和登报断绝关系，他肯定会同意。可到后面我们采取行动，他这碗牢饭是吃定了。他迟早会知道你们是引火线，也许到后面他会无耻给你们泼脏水，极端恶意给素素留下污点。宋同志，谢谢你提醒，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确保素素不会被连累？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医学证明他们不是亲生父女。宋同志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我让素素跟他在医院化验检查，请医院开具证明。等宋金瑶说完这件正事，周兰萍接着说下一个话题。妹子，我已听浩然说了他和素素的事，2个孩子的缘分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。浩然今年23岁了，我二妹一直很操心他的婚姻大事，如今他幸运遇到了素素，即将成家立业，我二妹终于能放心了。小鹿是个不错的孩子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素素的眼光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让素素幸福的。
以后您随时监督我，若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您随时指正。妹子，浩然与素素相亲结婚太过突然，提前没有准备，我二妹临时抽不出空过来，过段时间会请假去汉城为他们操持婚礼。她让我带她向你道歉，回头到汉城与你见面再亲自道歉。亲家母不必这么客气，等小鹿的结婚申请审批下来后，他们2个年轻人自己商定个日子，直接去民政局登记结婚。至于婚礼安排，小鹿和亲家母商量着办就好，其他的订婚、下聘等都可免了。两孩子心意相通，订婚流程就听你的免了，下聘这事可不能免，该给的彩礼必须齐全，我们可不能做失礼的事委屈了素素。我二妹说了，彩礼1288元，加上3转一响，她会提前到汉城采购齐全，直接送到他们小两口的新房内。另外，素素结婚穿的喜服、鞋子等，她说会在京都买好带过去，让你这边安心养伤，不必费心准备这些。白水仙有些感动，这年头娶媳妇能给200彩礼钱都已是高看女方了。亲家母给出1288元的高额彩礼，足以说明她对素素很看重喜欢。素素是你用心抚养教导长大的，她聪明能干、乖巧懂事又孝顺，念了高中有文化，还这么漂亮，她值得的。原来我这么优秀。紧接上集，白贱人根本不在乎这点钱，只要能将我们母女俩快点甩掉，狗渣贱货可以名正言顺走到一起，他宁愿花点钱打发人。早知道我就坚持要10万了。素素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还是你了解我。素素，你只问他要钱了，好像还有些东西没要吧？妈，我只问他要钱了，他偷走你的15根金条，我忘记问他要了。对，是15根金条，别忘了问他要，1根都不能少。5根金条变成15根，之前觉得丈母娘温柔淡然，现在才发现她也有聪明腹黑的一面。素素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藏在白家，等明天跟白贱人办完离婚手续后，你回一趟大猪圈大队，一定要帮我把东西取回来。妈，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镯子，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古镯，价值连城的传家宝。妈，您之前失忆忘记了过去的事，怎么知道要将这镯子藏起来？您的钱和金条都被狗渣骗走了，以他的性子，怎么没拿走你的镯子？我当时是失忆的，但脑子没坏，身上的钱和金条是他趁我失忆没想起来拿走的。至于古镯，我当时没放在包袱里，藏在衣服内兜里的。也许是你外公将古镯托付给我时的记忆，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本能的执念。我就算失忆忘了过去，也有种本能的要藏好古镯的念想。您将藏的地方告诉我，我抽空回去一趟，顺路将钱要回来，其他的事情也一并办完。白贱人赶早过来了，今天没带着行事冲动的豹纹老六，这回白素素让他们进了病房。为了跟贱货双宿双飞，你这办事效率倒是挺高的。将钱和户口证明拿出来吧。老严看白贱人没说什么，将手中提着的布袋扔给白素素。白素素将布袋放在床上，当着他们的面打开检查了一遍。妈，5500块钱到位，户口迁移证明确认。这是素素提的条件，我还有几件事。你们别太过分了。这婚一日不离，只要我不签字，这主动权就在我手里。你若觉得我过分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人，我绝不会拦你半分。白贱人怒视着他们母女俩，5500块钱都给了，迁移户口也花了钱，他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，不在意再多给点，反正迟早会回到他手里来的。你说，15根金条交出来。什么金条？我没有这些东西。素素，请医院保卫科的同志来一趟，就说请他们帮忙报警，这里有个拐骗妇女的拐子。白水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15根金条给我交出来，其他的钱我就不跟你计算了。另外，管好你养的狗，别放出来乱咬人。若我们母女俩有个3长2短，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在铁窗里度过。啊！我没拿15根，只有5根。我说15根就是15根，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你若再废话，15变成50。白水仙，你够狠！第二件事，现在去和素素做亲子鉴定，证明你与她无血缘关系，非亲生父女。白水仙，你个贱人，你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！白素素，你个王九蛋，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哦，是你让我打的，我如你所愿。哼！啊！老严连忙将白贱人往一边拉，人挡在他们俩中间，谨慎地看着即将动手的白素素，站出来灭火。白素素，有话好说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动手打人的话，我就喊保卫科了。哼！白素素冷笑一声，棍子没有放下，用厌恶的眼神看着白贱人。你个狗渣贱人，你再张嘴乱喷粪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。达哥，冷静点，正事要紧，其他的以后慢慢清算。
你当年趁我失忆将我骗回白家时，我已有孕在身。素素是我和前夫的孩子，至于素素生父的事，你就没必要知道了。你自己的身体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越是做多了，遭了报应，这辈子注定断种绝根了。给老子闭嘴！啊！断种绝根是我想的那样吗？白素素听到这则重磅消息，视线从狗渣脸上移到下面，对着他翻了个大白眼，脸上明晃晃的写着：“原来是个太监。”你这些年在外边没少乱搞，但是哪个女人给你生种了？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骆驼山下那个何老八给你配那么多药，你现在吃着还能坚持1分钟吗？妈妈说的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我妈原来这么虎。将15根金条拿过来，在医院做亲子鉴定，登报断绝关系，再让你的姘头秦梦兰到我面前来道歉。做好这4件事，我们立即离婚。你可以带人来病房办手续，我不会耽误你半秒钟。你可以滚了。白建仁前脚离开，陆浩然和宋涛后脚提着2袋东西进来了。你俩都听到了。阿姨，你真厉害，给您点10086个赞。白水仙想着他们都听到了，有2分尴尬。让你们看笑话了。你们在这里陪我妈，我得去把那个狗渣揪回来做亲子鉴定。白素素说着抄起棍棒飞跑出去了，还故意一路大声嚷嚷：“白狗渣，你给我站住！去跟我做亲子鉴定，立即让医院开证明。”也许是天意，单一项血型验血就已证明他们非亲生父女。白素素是熊猫血，她的血型是遗传了生父。医院开具了亲子鉴定证明，拿到了盖章的证明，白素素立即回病房了，连看都没再多看狗渣一眼。白素素打算趁热打铁去干坏事了，继续给陆浩然派活。陆副团长，我出去办点事，你负责陪你丈母娘说话，我1个小时后回来。你要去哪？去找狗哦。白素素隐身跟着白建仁他们到了一套上下2层小楼的院子里，这个住址是上回他偷到的那本房产证明的地址。我都忘记来这边跑一趟了，看来狗渣在这边也藏了不少好东西。老严将白建仁送到卧室里，然后站在旁边试探性的说道：“八哥，你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上午在家里休息。那个贱人提的要求，你下午再去办吧。”老严，你去找赵姨，将那贱人提的要求跟他说下，你再喊孟兰过来一趟。老严点头，其实他很想问问白水仙的事，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。老严走后，白建仁对着地板磨牙切齿，眼里闪烁着杀意。白水仙，白素素，老子一定让你们不得好死！没过多久，白建仁去了后院，白素素也立即跟上。刚走到后门，就见他鬼鬼祟祟的警惕四周。后门打开，外边紧靠着公园的小山坡，山坡内有个洞，洞口特别的隐秘。若不是狗渣在前面带路，白素素肯定找不到这个地方。哟呵，洞内有乾坤啊！紧接上集，这个洞也就10来平方，可里面却堆满了箱子和麻袋，麻袋里全是粮食，粗粗一数有近20袋。此时白建仁正在箱子前开锁，锁一开，满箱的黄金映入眼帘，金条和黄金饰品装得满满当当。白建仁看着这一箱子黄金，整个人都癫狂大笑个不停。一看到狗渣这副贪婪猥琐的嘴脸，就想给他几个大笔兜，送他去阎王殿报道。让你们先拿着过把瘾，回头老子定会连本带息讨回来。白建仁拿了15根金条就走了，白素素也紧跟着出去了，计划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狗渣的小金库收走。屏幕前的宝贝们，我白素素又回来了。导演说粉丝等不及了，让现在就收走狗渣的小金库，所以导演把钥匙偷过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白建仁完全不知道钥匙被顺走了，此时正坐在床上欣赏他最喜欢的金条。山洞里的那些东西都是他这些年为秦家办事一点点扣下来的，他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只要娶到秦梦兰，我就是半个秦家人。有未来岳父和大舅哥他们提携，我迟早能走入他们那个圈子，成为别人羡慕的人上人。秦梦兰带着满脸怒气进来，她的脸还没有完全消肿，一见到白建仁就故作娇柔的发小脾气。建仁，我刚听老严说了，那个贱人他怎么敢提出要我去道歉的话？他这次伤到脑袋，动了手术，反倒恢复记忆了。赵玉书以前从未问过白建仁老家的事，只以为他媳妇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板着脸问了句：“你那个媳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仔细说来听听。”我当年捡到她的时候，她脑袋受了伤失忆了，我见她可怜孤单一人，就将她带回了家里。这个贱人真是忘恩负义，你救了他的命，供他吃喝穿住，现在他恢复记忆不知感恩戴德，却还来找你的麻烦，我会让他知道贪心不足的下场。他是欠收拾，回头我会给他教训的。孟兰，别生气，你的伤都还没好呢，别动怒扯到伤口了，为这种人气伤自己不值得。一个狗渣，一个贱货，真的是天下绝配，你们俩就该永远锁死，别再去祸害其他人。你想怎么做？
赵姨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明面上对他们动手。白素素那个疯子整天的发疯打人，闹得医院人人都知道了。现在若对他们动手，只会给我自己惹一身骚。我打算先忍忍，满足他提的条件，先将他们给打发了，再跟孟兰领证将婚礼办了。比起那对贱人母女，孟兰和秦家的名声最重要。我们先办重要的事，等他出了院，我们再动手。到时候让他们死得悄无声息，从我这坑走的，我再连本带息要回来。就按你说的这样做吧。他想见孟兰，还让孟兰去面前道歉。我陪你们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几个胆。有老妈撑腰，秦孟兰一张丑陋的脸傲慢的很，下巴高抬着像只孔雀。走，我去见见这个乡巴佬，想让我道歉，门都没有。他给我跪下来求饶道歉还差不多。白素素一路小跑先回医院了，陆浩然和宋涛兄弟俩都在病房里。他们又过来了，赵玉书陪着秦梦兰来了。白素素说完，从棉衣内侧翻出那本账簿，递给宋涛。我刚在狗扎新的住处偷来的，赶紧送到你爸妈手中。宋涛接过账簿，快速翻阅，只看了6-7秒就变了脸，立即收进棉衣内包，面色凝重地跟陆浩然说道：“表哥，你在这里保护他们，我先去办事了，晚点再过来。”去吧，注意安全。除了姨父和姨妈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东西是素素交给你的。我知道。宋涛明白，说完就跑了。陆浩然，你要不要回避？不用回避，妈，素素，暂时别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关系，稍后撒个谎，就说我是妈娘家的侄子，是素素的亲表哥。白水仙点头同意，白素素也没意见，还立即角色附身，笑嘻嘻喊人：“表哥，我叔来了哦！”古色的香吹动脸庞的感觉，将父亲的车马，母亲的苦涩，永远难忘记。白见人他们来的也挺快的，白素素一看到他们就张嘴开撕。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刚才气得在路上断气了呢。说完，视线又移到秦梦兰身上，眉头皱起，一脸厌恶道：“你自己来恶心我们就算了，现在还带个丑八怪来做什么？你是诚心让我妈不能好好养伤？你要报复，我们也使出点像样的主意来，带个丑女人来恶心我们算什么本事？连个上得了台面的谋划都拿不出，也不知道背后给你撑腰的王九蛋是不是瞎了眼才提携你？”只差被点名的赵玉书变了脸，阴凉凉的眼神从白素素身上掠过，又看了眼躺着的白水仙和在床边的陆浩然。你就是白素素？你谁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狗渣的姘头。呀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妈让白狗渣带着他的姘头来病房道歉，现在你跟着来了，他的姘头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难道还是这个长得跟头猪一样的丑八怪？你才是丑八怪！你这个女人也太没自知之明了，自己丑成什么样，心里没有点数吗？你旁边这个女人老是老了点，可比你长得好看多了。白见人这个狗渣又没瞎，他找姘头怎么会看上你这个丑八怪？你丑成这样，别说他了，公猪看了都下不了嘴。白素素，你找死啊！秦梦兰被气得咆哮了起来，冲过去就要挠白素素，可她哪里是白素素的对手？孟兰！白见人立即冲上去搀扶她，秦梦兰捂着肚子，疼得面皮都扭曲了。白见人拉了半天都没将人拉起来。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原来她是秦梦兰，白狗渣的姘头。白狗渣，你品味可真独特呀！我还以为秦梦兰长得跟天仙一样，你这才急吼吼的想踹了我妈。原来你看中的是个这样的货色，不止丑还蠢笨。你这挑女人的眼光真是绝了。不过嘛，一个婚内出轨，一个刚死了男人就找新欢，狗渣配贱货，两人也很般配呢。白素素，你给我闭嘴！白素素可不是他们能喝止住的人，见门口还有不少人来围观看热闹，故意朝外喊话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，白狗渣的姘头来了，丑得跟头母猪一样，长得真是辣眼睛啊！我看了2眼都想吐了。”看热闹的人又不知道赵玉书的身份，这2天白素素在医院里出了名，不少人还在关注着他们家的破烂事后续呢。白家妮子，那个姘头就是这个女人吗？就是她，这个女人丑就算了，她真的好不要脸啊！我找人打听过了，她前夫才死2个月，她就跟白狗渣搞到了一起，她就是个妥妥的女流氓。白素素噼里啪啦放声高喊，将秦梦兰的脸皮彻底扔到地上践踏。赵玉书从没见过白素素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嘴皮子跟放鞭炮似的不停喊。他终于能理解白见人被气得吐血的原因了。出去，出去，全都给我出去！医生，请赵院长过来，我们要处理点私事。呦！好大的官威啊！我早就听说白狗渣攀上了有权有势的人，看来就是你了。现在看来，狗渣跟贱货勾搭在一起，你没少在其中牵线搭桥，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好好看看这是哪个单位的领导，除了日常工作外，还兼职拉皮条，带头破坏社会风气。你小年纪怎么净胡说八道呢？你家长辈没教过你谨言慎行吗？我们坦坦荡荡不做恶事，心里有什么直接说出来，对付那些无耻不要脸的更是直接动手。
还跟我谈谨言慎行。你有这闲工夫来指责我，还不如趁这机会教育下秦梦兰这个贱货呢。呸，啥也不是。还有你这个拉皮条的，好歹也是个干部，关键时候却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缺德事。现在不教育他，不将这对狗渣贱货拉去游街批斗就算了，还来指责我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跟国家法规对着干的？啊！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今天是带他们来道歉的。白素素见赵玉书藏着心机，不想让外人知道他的身份，自然不会如他所愿，故意问他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跟白狗渣什么关系？请出示证件，让我们知道下身份，回头别人问起，我也好给人介绍。白建仁同志是你父亲，就算你们之间感情淡薄，你也不该这样称呼他。谁跟你说他是我父亲的？这是今天下午医院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，我跟白狗渣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不是我爸，以后别再将他跟我扯到一起。狗渣，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们说清楚，当年你是怎么骗我妈的？白建仁被无数针扎般的眼神注视着，依然不要脸的撒谎。我没有骗你妈，是你妈不要脸，跟野男人鬼魂生的你。闭嘴！素素、浩然将白建仁揪过来，赏他10个耳光。浑身上下只有嘴硬的白建仁，自以为有靠山在现场撑腰，就在白素素母女俩面前蹦跶，还没硬气3秒，又被揍了。白素素，是你妈不要脸，给老子戴了绿帽子，跟野男人鬼混生的你。闭嘴！素素、浩然将白建仁揪过来，赏他10个耳光。谁都不许动！哼！我男人真帅。浩然狠狠扇他43号的大脸。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！报警，快报警！有人若要去报警的话，快点去，正好请公安将这对狗男女抓去批斗审讯。你是什么人？一个人渣竟然敢污蔑我姑姑，赏他10个耳光，都是便宜了他。这个年轻人是白水仙的娘家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陆浩然见赵院长匆匆过来了，取出证件给他看，抢先开口道：赵院长，稍后若我有需要，请医院保卫科协助我处理2个渣子。赵院长之前见过陆浩然，但不清楚他的身份，只知道他是周主任的亲戚。这下看了陆浩然的证件，连忙应着：陆副团长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可随时通知我，医院这边全力配合。赵院长。赵院长刚都没注意到赵玉书，见他也在这里，再看清与白建仁抱在一起的是秦梦兰，瞳孔一缩：秦夫人，你们这……是我管教不严，没有教好管好他们。我们这里需要处理点私事，还请赵院长帮忙安排一下。安排什么？这个狗渣往我妈身上泼脏水，他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你们几个都不准走。白素素，说白了这都是家事，家丑不外扬，没有必要闹得人尽皆知。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吧。我们家不在乎这些，不讲究家丑不外扬，我只要公正公道。我们母女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，没做过任何烂事，不怕丢人。白素素就是不如他所愿，打定主意要将秦梦兰的脸扒下来羞辱。见白素素这边不退步，赵院长试探性的请示：陆副团长可要请周？不必，我姑姑的事我自己处理就好。白建仁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将我姑姑当年为何会被你带回白家的事说清楚，还有素素的身世。如果你说一句假话，后果我自负。这人是个副团长，还是白水仙的娘家人，而且看赵院长的反应，他背后还有靠山。赵玉书此时已有了某些猜测，看白建仁的眼神偏冷，板着脸说道：白建仁，你如实说。如实说？我怎么如实说？说实话，我不就身败名裂了？他当时脑袋受伤失忆，我看他可怜，就把他带回了家。白建仁，若是不会说，你可以选择避坑；若是会说话，那就让自己像个男人，将所有的事情完整说出来，别在这里给我耍心眼。白建仁此时一张脸红肿着，双眼缝里淬着毒，恨恨地瞪着白水仙。白水仙与他对视着，看到了他眼里的阴狠恨意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省得你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还是我自己说吧。19年前，我因为一些特殊的家庭原因，孤身一人去南方拜访故交世伯。郯城一带下大暴雨，铁轨被暴雨冲垮。当时我怀着身孕，在郯城人生地不熟，跟随2个也要去南方的同伴绕道阳县，结果一到阳县就遇到2波地痞流氓当街火拼打架。我们3个人躲在安全的位置，亲眼看到白建仁就是其中一波混混的成员。你胡说八道！让你说话了吗？避坑。我们刚到阳县，对县城不熟悉，在混乱中一阵乱跑，我不慎被人敲中脑袋受伤昏迷。我醒来的时候在阳县医院，脑部受伤失忆了。
医生说我是2个同伴送到医院的，一昏睡了3天，他们帮我交了医药费，因有事情提前离开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人渣冒充是我丈夫，趁我失忆气不得事了，偷走我的行李及所有积蓄。当时包里有1000多块钱，还有多根金条及贵重手表等，然后将我带回了他老家，对外说是他在城里娶的媳妇。白水仙说到这里，后面的就不说了，视线移到了赵玉书身上。这位同志，你应该是白建仁的领导，你说他这种拐骗行为跟拐子是不是同等罪行？赵玉书完全没想到他将球抛到自己身上来，正不知道怎么接话时，秦梦兰跳了出来。就算建仁当时存在欺骗，可这些年他对你不薄，是他给你提供吃喝住宿，你应该感恩戴德才对。你这个人可真是好笑啊！你的3观居然跟着5官走，人长得丑，心也一样丑陋。你们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人丑心脏的玩意儿来的？呀！我哪有说错？若不是建仁好心收留他，说不定他现在早都死透了。我妈让他好心收留了吗？我妈让他偷钱了吗？没有这个王九蛋来骗他，他就算失忆了，也可以拿着钱在当地买个房子住下来，还可以去公安局报警寻找家人。我们母女俩用得着在白家当牛做马当奴隶，还被那一窝子烂根搓磨欺负18年吗？白素素真没见过秦梦兰这种脑回路的人，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，当着赵玉书的面继续臭骂。今天我真是长见识了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是非不分，难怪明知道人家是有妇之夫，你也要急吼吼的跟他鬼混，真是个没教养的东西，能生出教出你这样的垃圾，你父母也不是好东西，全都是缺德玩意儿。白建仁这个混混出身的烂货，听说也很受你父母器重，全靠他们提拔才走到今天，他们是不是脑子进了水？当官的竟然跟混混搅和攀亲，他们知不知道官匪勾结的下场？白素素每一句都戳在心窝子上，一向冷静的赵玉书此刻也慌得不行，他总算是见识了白素素的厉害，白素素也没有辜负众望，嘴巴还在持续释放威力。你以为白建仁真的喜欢你啊？人家喜欢的是你父母，喜欢你父母手中的权势，还有你父母手中的钱，喜欢你父母给他的荣光。哪天你父母若啥都没了，你以为你会有好下场？你的下场会比我妈还惨。我妈就算被逼迫离婚，她身边还有我陪着。你呢？你身边有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与人勾搭成奸的贱货标签。等白建仁发达了，你这种丑八怪肯定会被他毫不留情的踹掉，他又继续去勾搭比你父母更有权有势的领导家女儿了。秦梦兰没被人这么训斥过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捂着脸嚎啕大哭了起来。真是笑死人了！我妈受了重伤，差点没命，被这个人渣欺骗压榨了18年，如今还被你们羞辱逼迫离婚都没哭。你一个与人勾搭成奸的贱货，居然还有脸哭？怎么，你是不是觉得是我们欺负了你啊？白素素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那也是对人啊。这对狗渣贱货都是不要脸的玩意儿，根本不配做人，没资格得到我们的饶恕。赵玉书今天见识了白素素的厉害，现在他只想快点将事情办完，离开这里，所以果断岔开话题。听说你们提了几点要求，我已经督促他们办成了，现在办正事吧。贱人，将你当年拿走的金条还给白同志。白建仁这回没有磨蹭，他现在只想快点将离婚手续办好，然后去跟秦梦兰领证，彻底绑定秦家。他和秦梦兰的事绝对不能出岔子，绝对不能失了秦家二老的心。15根金条如数送到床上，其他看热闹的人都还没走，看到这金光闪闪的金条，眼睛全都亮得如同灯泡。登报断绝关系。这件事我会督促他们去办，保证明天早上的坛城日报上会刊登声明。最后一件事，狗渣贱货向我妈跪下口头道歉，将事情经过写下来并书面道歉，2人签字按手印。白素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哪里过分了？我们母女俩什么都没有，但有志气骨气。我们的脸不是这对狗渣贱货能打的，我们的尊严轮不到他们来践踏。没有跪下口头道歉，没有书面道歉，今天这婚就不离了。我们就算恶心自己，也要拖死他们。我们拼了命也要送他们去挨批斗劳改。我看谁干得过谁。我女儿提的要求就是我的意思，做不到就请圆润的离开，这婚今天就不离了。白建仁偷偷看了一眼赵玉书，见他脸黑得如同墨汁，知道他这是气狠了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不让他对自己失望心寒，立即站了出来。水仙，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错我来承担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再给你们一些金钱补偿，所有的事与梦兰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错。哼，照你的意思，是你强迫他的，不是他自愿的，所以你是个犯奸强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也是，我好像是在胡说。上午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我都还记得呢。你都不算是个男人，怎么能强？白建仁没有实力强装牛波一，惨遭人行加特林一顿哒哒哒。白素素还没出力呢，人就跪下了。紧接上集，白素素话还没说完，白建仁猛然双膝跪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对不起，是我混账做了错事，是我在外边乱搞，对不起。呵呵，欲盖弥彰。
白素素继续讽刺，见他跪下道歉了，秦梦兰却没动作，此时还当乌龟缩到了赵玉书身后，直接将话甩他脸上。秦梦兰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是让你们两个跪地道歉。白素素，刚才白贱人已经说清楚了，是他一人所为，与梦兰无关。赵玉书对白贱人刚才的行为有2分欣慰，可也在他疑惑有什么把柄落在了白素素母女俩手里。我知道了，你也认定白贱人是个犯奸强，那这就好处理了。犯奸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还是不一样的。据我所知，犯奸强是死刑，我现在就送他去吃花生米，也麻烦你带秦梦兰去做个证吧。小同志，你太过年轻气盛了，这样可不好。你这种教育方式，我真不敢苟同。作为他的长辈，不严加管教好晚辈是失责；作为他们的领导，任由他们乱搞男女关系，带坏社会风气。现在事发差点闹出人命，却还在维护，你不仅失责也失职，你不配当坦诚百姓的领导。你这样思想有问题的领导，我要去投诉举报。秦梦兰这下也意识到了严重性，若是真去举报，肯定会影响父兄的工作。赵玉书都要被气死了，所有的事都是这个女儿招惹来的，此时都恨不得将她回炉重造。白贱人也怕了，影响了秦家人的工作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一步，说不定还会被秦家赶回老家。白贱人花了10多年的时间，才在坛城站稳脚跟，宁死都不愿意再回到老家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即给秦梦兰使眼色。秦梦兰看懂了他的提醒，却不愿意跪下道歉。若跪了，就坐实了乱搞男女关系，肯定会沦为圈子里的笑柄。他们俩的眼神交流，白素素看得一清二楚。见秦梦兰僵持着不跪，再次嘲笑了起来。听说你前夫死了才2个月，你就迫不及待地跟白狗渣鬼混，不要民生尊严，也不管父母儿女的脸面，我还以为你们是真爱呢。现在看来你们也不过如此，你宁愿白狗渣担上犯奸强的罪名，也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臭名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只是不甘寂寞找个男人玩而已，根本没打算跟狗渣同甘共苦。不过嘛，王八配绿豆，你们2个都不是好东西。你不甘寂寞跟他玩，他也不过是利用你攀岩附势，你们俩还真是绝配。秦梦兰气得脸皮都发白了，最后又捂着脸嚎啕哭了起来。哭什么哭？是你爸嗝屁了，还是你妈下地狱了？一天天只知道哭，真是晦气。你个狗渣都什么眼光啊？成天在女人堆里混，挑来挑去却挑这么个货色。他一天到晚除了哭就是哭，我看他这是提前给你哭丧了。白素素，你说完了没有？你们还有完没完？要离婚就赶紧下跪写书面道歉，不离婚就给我滚！梦兰，跪下！最后是赵玉书发话了，秦梦兰心头抗拒，可触及到老妈阴冷愤怒的双眼，最后迫于无奈屈辱的跪下了。对不起。白贱人拿到离婚证明时，整个人好像又活过来了，欢喜不过3秒钟，白素素魔鬼般的声音又响起了。狗渣贱货，现在你们如愿了，想来你们也要去登记结婚了，我们母女俩就不去喝喜酒了。今天我在这里恭贺你们喜结连理，同时也送给你俩一副对联当贺礼，我念给你们听听。白贱人根本不想听什么狗屁对联，几人转身就走，可白素素还追着他们，朗朗高声宣读：上联贱人配鸡，如胶似漆；下联婊子配驴，至死不渝；横批慢走不送。来的时候兴冲冲，走的时候灰溜溜，一直压制着怒火的赵玉书此刻彻底爆发了。2个混账畜生，秦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妈，我不是你吗？你是我吗？我没你这种蠢笨如猪的女儿，给我滚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踏进秦家半步，老娘我就当没生你这个混账！你不要脸丢人现眼，随你们去，不要再来扒我的老脸！赵姨，您别动气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！你们俩全给我滚！赵玉书正在气头上，根本不想听白贱人多说半句废话，带着满身怒火，怒气冲冲走了。见他这种时候只会哭，连追都不追上去，白贱人满肚子郁气，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劝说：梦兰，别哭了，赵姨正在气头上，让她先缓缓，等她缓过劲来，我们再回去请罪，多说些好话，她肯定会原谅我们的。秦梦兰依旧在哭，不管白贱人怎么劝说都没用，她刚才也被气得5脏6腑都疼了，根本没那么多耐心来安抚秦梦兰。劝说了几句，见秦梦兰不听劝，她也来脾气了。刚刚是不是被人笑话的还不够，还要在大街上被人嘲笑一番才够？白贱人，我妈刚骂的没错，你就是个混账畜生。现在我妈一走，你就不装了，你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，我真是瞎了眼才跟了你。梦兰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是故意凶你的，我们在这里吵架，回头还不知道被他们编排成什么样呢。秦梦兰脑子简单不聪明，但也还知道要点脸面，这下也没哭闹了。达哥，现在离婚手续办好了，你和嫂子就别耽搁时间了，趁着今天去把证领了吧。秦副会长那边给了2天时间，再拖下去对他也不利。你们领了证就能堵住外别的嘴了。梦兰，我们都已经那样了，我们现在去领证吧，再拖下去只会更影响你的名声，也会影响我的工作，你爸妈他们也难做。
秦梦兰现在莫名的不想去了，她也说不出原因来，就是本能的抗拒排斥去领证。见她犹豫，白建仁给老严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先离开。老严心领神会，没留在这里当电灯泡，先一步回去了。梦兰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是不是之前那个疯子说的话让你有了其他的想法？我以前是在外边混过一段时间，可那时候也是迫于生计，我早就改过自新了。这些年有你爸妈提携照顾我，我早就不跟混混来往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些年是一心一意帮赵姨办事，跟着她学习并一步步成长。我对你也是真心实意的，是真的想跟赵姨成为一家人。梦兰，我知道今天的事让你受了委屈，你放心，我迟早会帮你报复回来的。但现在不是时候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先查清楚那个贱人娘家是什么背景，回头我们再动手。今天我们所受的委屈，我们一定10倍讨回来。他让你跪了，我一定会让你亲手打残他的腿，让他这辈子都给我跪着。见白建仁将自己放在心上，想着帮自己报仇，秦梦兰这个恋爱脑也跟着冷静下来了，全然没有再多问他刻意避开的事情。梦兰，我们今天去领证登记吧，明天就办婚礼。我们只有名正言顺了，才能堵住其他人的嘴巴，也能保住我的工作。以后你就在家里休息，我赚钱给你花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用节省克制。若是在家里待得烦了，想出去工作活动下，等外边乱七八糟的议论平息下来后，我们再给你安排份轻松好玩的工作就行。白建仁哄女人很有一套，对付秦梦兰这种脑子简单的轻而易举，温柔细语的劝了7、8分钟，又哄得她眉开眼笑了，然后高高兴兴跟着白建仁去民政局领证了。他们两人高兴得很，回到家里的赵玉书却被气倒了。他们竟然要梦兰下跪！老秦，这回我们遇到对手了。那个女人出身不简单，通身气质绝不是普通人家能培养出来的。今天她娘家侄儿也来了，年纪轻轻已是个副团长。我看赵院长好像对他家有些了解，可当时都没跟我表一丝态度，估计是不方便说。那梦兰呢？别给我提他真是蠢得无药可救，生了这么个不要脸的蠢货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秦家长媳见婆婆正在气头上，也就不说小姑子的事了。那白建仁在他的家事上明显欺骗了您，今天您被那对母女当众羞辱，都是他的责任。这回您可得给他个深刻的教训，得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在谁手里。不仅下他的皮，他还真不会把秦家放在眼里了。没错，他这回耍心眼耍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他真当我们秦家是他可以耍着玩的吗？秦梦兰是个恋爱脑不想事，秦家其他人的脑子都好使得很，白建仁打的如意算盘，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爸，现在要将小妹叫回来吗？梦兰长了颗猪脑子，不将她叫回来的话，恐怕会被白建仁3言2语哄走。把她叫回来做什么？还不够丢人现眼？他们已经干了那不要脸的事了，还闹得人尽皆知，除了结婚没其他的路走。想着小姑子很快要再婚，估摸着会摆酒，秦家长媳一脸难看的请示。那回头我们要去喝喜酒吗？喝什么喜酒？老子还丢不起那脸，所有人都不准去。秦梦兰若回来哭，直接给我赶出去。赵玉书这回没有任何意见，他今天被羞辱的脸皮都疼了，若还去参加喜宴，他就要成为圈子里的笑话了。爸，那要去查白建仁前妻的身份吗？查是要查的，但现在不要动。我感觉白建仁有把柄在他们手里，今天被那么羞辱殴打，他肯定怀恨在心，他迟早会去查的。先让他去查，我们静观其变。紧接上集，白素素打算下午回趟大猪圈大队，乘坐下午的班车回阳县，明天上午再坐车回来，晚上让陆浩然在医院守夜陪护。素素，你吃完饭去趟公安局。去公安局做什么？报警抓那个狗渣吗？狗渣的事我之前跟涛子说过了，他晚点会喊公安同志过来。我让你去公安局，是让你去户籍室改个名字。妈，您原本不姓白，是让素素改姓，对吧？是，素素跟那个渣子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要随他姓白。素素的亲生父亲不知道他的存在，我们也没打算将来跟他相认联络，没有必要随他姓。我娘家人都不在了，只有我们母女俩了。素素随我姓，血脉也不至于断了。想来我父母兄长们在天上也会欣慰。白素素对改姓没有意见，虽然前世也叫白素素，但现在换了身体，她该放下前世，用新的名字开启新的人生。妈，你原本姓什么？宫殿的宫。白水仙只告知了姓氏，并未说自己的全名。你就叫宫素素吧。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宫素素了。快去吃饭吧，你下午还得回大猪圈大队呢。陆浩然陪着宫素素改完名，存好钱后，提着一袋子金条把她送到了车站。素素，白家那些人看起来都混得很，你尽量别跟他们动手。我不是认为你打不过他们，而是你的血型较为特殊，若是万一出点事，失血过多，很难找到血型一样的给你及时输血救命。我知道，我的命比他们重要的多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见他心里有数，陆浩然放心了，从兜里翻了个苹果塞他手里。带在路上吃，明天早上我来车站接你。好。
龚素素前世是个单身狗，没尝过恋爱的甜，现在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满足感。幸得月老下凡，为我安排一生姻缘，赐给我一个战斗力和魅力爆棚的对象，恋爱的滋味确实很甜。陆浩然目送着车子离开后，提着金条立即回姨妈家。15根金条不好存，留在身边很不安全，打算先藏到姨妈家。等陆浩然紧赶着返回了医院，就见宋涛抱着凶手在病房门口，正堵着几个大声嚷嚷的妇女。涛子，这些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住院的，选中了这间房。这个年轻后生不讲理，不让我们进去。住院的房间是医生安排，不是病人随便选择的。这间病房已经安排我姑姑单住，你们住院请去隔壁其他病房，有意见去找医院。自从15根金条漏了财后，病房外走动的陌生人明显多了。陆浩然知道他们心怀不轨。涛子，去找姨妈，让她从公安局调几个人过来，姑姑这边正好有事要报警找公安同志处理。好的。这群人一听他们家能从公安局调人，面色大变。其中戴绿色头巾的妇女二话不说就要离开。既然有人住这间了，那我去别处找个单间。我肤白貌美大长腿，才不要和别人住一起呢。美貌夫人一走，其他人也不敢在这里闹，立即装模作样的说去找其他房间。白水仙这边本就要请个公安同志过来申报案件，陆浩然让宋涛现在就去办这事。涛子，请姨妈那边安排个女公安来医院，素素要明天上午才能回来，安排一个同志过来协助震慑一天。无聊就来拍抖音呀，虽然已经不年轻呀。白素素到了阳县后，先去公社中学带妈妈办了辞职手续，紧接着就回了大猪圈大队。此时大树下站着一拨人，正在叽里呱啦说个不停。这里是队里的情报中心，大队里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从这里传出来。现在情报中心的核心人物都聚在这里，交流各自打听到的一手消息。辣椒婆回来了。辣椒婆，这外号简直了。算了，辣椒婆就辣椒婆吧，总比那什么铁蛋鸭蛋二狗子好听些。龚素素一脚单车蹬到他们面前，见都是队里的人，指了下跟原主关系还算过得去的邻居妹妹。何妹，跟我说下这2天发生的事。素素姐，你家里这2天发生了好多事。你爷奶他们回来后说你打了他们，还到处说你把你大伯母和3婶扒光了，将他们的衣服都给卖了。另外，你们家昨天闹分家，一大家子在家里打架，后来你奶奶对外说你小叔是。龚素素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接着他的话说道：白老三不是老钱婆的种，是白老头跟廖寡妇生的私生子，这个我知道。另外，我还知道白贱人这个狗渣不是白老头的种，是老钱婆跟他拼服铁3品的种。辣椒婆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没有撒谎。我撒谎骗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白老头和廖寡妇经常去草垛子，我和白梅白雪小时候撞见过一回，正好听到他们说白老三的事，被他们发现后还威胁我们，说我们若说出去就把我们3个卖去山沟里，我们害怕才闭着嘴巴没说的。这次他们这些不要脸的打伤我妈，连医药费都不出，不让医院动手术，就是故意让我妈死。既然如此，我还帮他们遮着遮羞布做什么？他们家的阿杂破烂事我全部要说出来，反正丢人的不是我。说完这些，又噼里啪啦将各种见不得人的事全部告诉大家，还将白贱人这个狗渣在市里的烂事也说了，故意让他们家在本地丢尽脸面，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。龚素素跟放炮似的一股脑说完后，见大家都惊得眼珠子都秃了，也不管其他的了，骑着单车冲向了白家。他刚说白水仙是被骗回来的，他根本不是白贱人在城里娶的媳妇，白素素也不是他的女儿。这辣椒婆不会在这件事上说谎吧？肯定不会说谎啊！白贱人可真够无耻的，趁人家失忆拐骗回来当媳妇，真是缺了德了。走，快去白家，辣椒婆今天肯定要发威咧。此时的老钱婆正在睡觉，被龚素素踹了一脚后，肚子一直难受。这2天又连续干架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全都给我滚出来！他这魔鬼又回来了！开门！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别躲里边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哈哈，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别躲里边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嘿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龚素素踹完老钱婆的房门，又去踹白老大2口子的房门。2人从窗户里看到龚素素拿着刀，直吓得脸皮发颤。这时冲在第一线的热心桂花婶子扯开大嗓门告诉龚素素：辣椒婆，白老三和王秀红被赶出白家了，昨天就卷着铺盖走了，臭不要脸的老头子也被打出去了。他们昨晚上是在牛棚里过夜的。辣椒婆，你家老婆子昨天跟廖寡妇打了一架，老婆子娘家来了很多人，将老寡妇的胳膊打断了，还将她一嘴牙给打掉了。吃瓜群众说话间，老钱婆开门出来了，一开嗓就尖锐刺耳：你个贱蹄子，你到底要怎样？
你再给我嘴里不干净，我会让整个阳县都知道你是个偷人的老贱货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你不要再打了！住手！白老大两口子终于从屋里出来了，龚素素手中的菜刀对准了他俩，眼神狠辣犀利的警告道：我在坛城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我妈这10几年交回来的钱给我拿出来，我拿了钱马上走，你们若不拿，就别怪我将这里拆了。已经花完了。老钱婆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见他的菜刀对准了自己，又连忙改口：被狗杂种和王秀红拿走了，我这没了，你去找他们要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。龚素素冲过去，一把将老钱婆拽起，当垃圾般扔到院子里，一闪身进了屋，门栓一上，将他们全给关在外边。龚素素并不清楚老钱婆的钱藏在哪里，但肯定在这间屋里，她掘地3尺也要翻出来。老钱婆爱钱如命，平时抠搜小气的很，白狗渣每次回来都给她孝敬了不少的钱，我们母女俩赚的钱都被老钱婆收走了，我不信她手中没钱。你个老钱婆，既然不怕死，我成全你。紧接上集，龚素素从老钱婆的屋子里找到一个铁皮盒，里面有将近1000块的现金，毫不客气的全收进背包里。我的钱，那是我的钱，你还给我。放你奶奶的螺旋屁！这是我妈赚的钱，都被你们这一家烂根渣子夺走了。现在我替我妈要回来。老钱婆歇斯底里的冲过来抢，白老大和李翠花夫妻俩也想要冲过去，但龚素素手中有菜刀，白老大他们怕死没敢动，老钱婆却要钱不要命，继续往前冲，奈何不是龚素素的对手。你个老钱婆，既然不怕死，我成全你。妈，快闪开！辣椒婆，你别乱来！刚到门口的大队长吓得脸皮一颤，连忙出声阻止。我没打算乱来，我今天回来是拿走属于我们母女俩的东西。我妈上班10几年的工资全被这老钱婆拿走了，这些年我们母女过的日子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我现在只要钱，其他的暂时不跟他们清算。白建仁这个畜生王九蛋拐骗我妈，还趁我妈失忆偷走我妈身上1000多块钱，还有价值数千块的东西。我们已经在坛城报警，公安局自会抓这个王九蛋。我妈的真实来历，白家其他人不知道，这个老钱婆应该知情。今天我只找她算账。我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今天回来是要回我妈的工资，其他的我不找你算账，我们会找白建仁这个狗渣清算。还有你们常年好吃懒做，赚的粮食和钱还不够你们自家吃喝，老钱婆手里的钱都是我妈赚的，你们再来阻挡，我就让你们全当残废。白老大和李翠花都是惜命的，现在老二老三都已确认是私生子，他们没资格住白家的房子，家里的一切都是白老大他们的，只不过想着老娘手里的钱都被抢走，又有几分不甘心。白素素，你妈赚的钱大部分被老三和王秀红拿走了，妈这里的钱有一半是老二和我们攒下来的，剩下的一半你去找老三拿吧。少在这里跟我耍心眼，你再给我瞎逼逼，我就让你光着腚在村里溜一圈。李翠花吓得立即捂住裤腰带，前几天裹着背心裤衩在坛城狂奔的记忆冲到了脑子里，再来一次她就只能去跳河了。经过龚素素一顿威慑，见他们不敢阻拦后，她才去了他们母女俩住的房间。房间里除了破旧的床和柜子，啥都没有，床上的被褥和柜子里的衣服都破旧的没眼看。怎么会没有呢？龚素素刚才再三翻找藏镯子的地方，见空无一物，立即抄起菜刀出门。小崽子！老钱婆的钱没了，本在哭爹喊娘的谩骂，锋利的刀刃又出现在了眼前。快点交出来！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你们只给了钱，没交过其他东西给我。你真没拿过？老钱婆真不知道龚素素说的是什么，这下也跳起来了。你们娘俩还背着我私藏了什么？龚素素没回答老钱婆的话，视线落在白老大两口子身上，看他们表情，应该是不知道镯子的事，举着菜刀逼问：这2个月内，白建仁那个狗渣除了过年回来了一趟外，中间有没有偷偷回来过？我们不知道。他们俩不知道，不过老钱婆眼神闪烁了下，也正好被龚素素捕捉到了。他回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那我帮你回忆一下。龚素素说完，直接用刀子狠狠开枪。白素素，你别乱来，我妈若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龚素素没有搭理白老大的狗叫，在他不断施展大记忆恢复术的作用下，老钱婆终于想起了当时的情况。老钱婆，白狗渣回来做什么？想起来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不要打了。当时他匆匆回来，在你们屋里找了近半个小时，他拿到东西后给我拿了5块钱，然后就偷偷走了。我根本没来得及问到底拿的是什么东西啊。龚素素知道了，镯子是被狗渣给拿走了，他一脚将老钱婆踹在地上，居高临下道：
老钱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生的那个狗渣杂种，我若不把它弄死在坛城，我就不叫龚素素。你要干什么？他是你爸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那个狗杂种也配当我爸？我妈当年怀着我去拜访亲戚，路过阳县时，被一群打架的混混打伤脑袋才失忆。白建仁这个狗渣趁我妈失忆，无耻假冒是她丈夫，偷走她身上带的钱和金条手表，还把她拐骗回大猪圈大队。这件事情，狗杂种不会跟其他人说，肯定有跟你通过气。你生养的这个狗杂种可是坏事做尽了，早得了报应。他这些年在外边乱搞男女关系，跟他鬼混的女人没有10个也有8个吧，没有1个怀过他的重。什么原因别人不清楚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吧？还有他以前经常偷偷喝药，用什么童子尿送服，各种偏方土方搞绝了，有些还是你帮他找的。别人不知道他什么病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生的那个狗杂种就是不能人道，断子绝孙的狗太监。儿子的私密事被当场抖露出来，老钱婆气得双眼一翻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其他人全被龚素素抛出来的大炸弹给炸晕了，一个个眼珠子都惊得脱窗了，谁也没有去拉扯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老钱婆。等他们回过神来时，龚素素已经直奔鸡窝，将2只他养大的鸡给拽走了。鸡是我家的，不准拿走。懒得搭理你，吃屎去吧。龚素素没留在原地看热闹，拎上东西大摇大摆走人。大队长紧跟着追过来问道：白素素，你妈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你们母女俩以后怎么安排？我妈是白狗渣骗来的，现在她动手术恢复了记忆，暂时在市医院养伤，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学校那边已经办完离职手续了。你妈恢复记忆了，这是要回家了？出院休养一段时间就走。你家本是哪路的？汉城。龚素素随意撒了句谎，没有跟大队长说出真实情况。你们户口在这喽，就算要回你外公家那边，也得回来办手续开证明。白家那个人渣败类，为了跟外边的姘头结婚，昨天已经把我们的户口迁去坛城了。有人帮他办这事，应该没来队里开条子。龚素素暗戳戳给白家上点眼药，也看在大队长对他们母女俩还不错的份上，低声告诉他其他事。大队长，那个人渣在市里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坏事，已经被盯上了，估摸着这2天就会动手抓他，牢底坐穿是少不了的。白家这2个老东西出轨偷人生私生子的事也是真的，公社和县里很快就会下来查他们，你赶紧组织队员将他们家赶出村里，今天下午就办好，别让这一家子烂根影响了队里今年评先进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妈的娘家人这些年一直在坛城找她，已经跟我们相认了。我姨妈在坛城公安局工作，是我姨妈告诉我们的。大队长，赶紧的吧，今天下午就把这事办好，再拖下去就晚了。市里已经掌握了铁证，狗渣以前在县里也没少干坏事，县里估摸着也在调查了，说不定下午就会来村里核实情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白老三一家昨晚上是住在牛棚的，龚素素过来后直接抓住他们的儿子要挟，儿子是他们的命根子，白老三生怕儿子被他打残，迫不得已掏了500块钱出来。龚素素又骑着单车一路冲去了县城的机关单位，一封举报信送到了干部面前，噼里啪啦将白家干的各种龌龊事给坦明了。有白建仁签下的认罪书作证，县里领导登记完情况，立即亲自带队去大猪圈大队所在的公社核实情况。白建仁，你到底拿了什么东西？你快还给他，让他们快点走。紧接上集，龚素素刚从阳县返回坛城市医院，陆浩然就告诉他一个消息：素素，那2个无耻的烂人，昨天从医院离开后就去领了证，今天中午摆酒。哼，还真是迫不及待呢。原本不打算去闹事的，可现在镯子被狗渣拿走了，看来必须得去跑一趟了。浩哥，他们在哪里摆酒？是在机械厂家属区吗？是的，涛子早上说了。素素，怎么了？是又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这次回去是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外公留给我妈的首饰，结果被这个狗渣偷走了。这个人真是无耻到了极点，我陪你去，妈这边有涛子和公安同志守着。他们办婚礼，我给他们送一份2婚礼物过去。今天我要将他的脸皮踩在臭水沟里，永生永世浸泡着。素素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将镯子要回来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中午就去讨要，他不给我就打到他给为止。刚刚陆浩然说了市里的安排，宋姨父给了准话，即将对账簿上的名单动手，他现在可以随意收拾狗渣王酒单。白建仁在屋里摆了2桌酒席，一桌招待朋友和单位同事，一桌招待秦家人，门口还贴了红喜字，有那么几分结婚的喜气。白建仁昨晚上用了药，脸上的青肿消了不少，一大早起来还倒腾收拾了下，有2分人模人样的渣子味。秦梦兰也一样，胸口带着大红花，脸上涂了很厚的粉，将青涩的伤痕印记全给遮住了，还肿着的嘴巴也涂上了红艳艳的口红。一直到11点半过后，秦家人都没露面现身，秦梦兰委屈的差点落泪。关系好的朋友过来道贺，他们都笑得特别勉强，神色没想象中的高兴。老白，恭喜恭喜，祝你俩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
感谢大家光临，有慢待不周之处，还望见谅海涵，略备酒菜一桌，大家吃好喝好。龚素素轻轻敲门后，和陆浩然进了屋，迅速成为在场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。你们是谁？干什么的？不相干的人全给我闭嘴！我是来找白建仁这个狗渣算账的。见这个煞星来了，白建仁和秦梦兰吓得躲进了卧室，连客厅里的客人都不管了。龚素素也不管其他人异样的眼神，对着屋里喊话：你们两个是自己滚出来，还是要我动手请你们出来？两位同志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犯法的。我要是你，这种时候就闭紧嘴巴，静观其变。秦家人都不来喝喜酒，他们都不给这两个狗渣贱货撑腰，你跟他们无亲无故，冲什么大头算啊？耶！这里明显有热闹看，有不少人挤到了门口，还有些冲到屋里来了。李虫和他妈妈就在其中，龚素素正好看到他了。白狗渣，我数到3，你连人带东西给我出来，我今天就让你的婚宴顺利的进行下去。你若是不将东西交出来，昨天10个巴掌，今天定送你100个，我让你这辈子永远当猪头无脸见人。屋里的白建仁此时眼神闪烁不停，心里发慌，意识到龚素素他们已经发现了。他说的什么东西？他们贪得无厌，他的东西已经全部还回去了，只有一个破手表早就坏了扔了，我给的那些钱也足够弥补了。既然没拿，那就出去跟他说清楚，快点将这2个恶棍送走。他们是有备而来，是故意的，根本说不清楚。白建仁根本不敢出去，觉得只有躲在屋里才安全，全然忘了外边的门都被轻松踹烂了。3，浩哥踹门。龚素素话音一落，陆浩然就冲了过去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龚素素举着砍刀吓唬秦梦兰，又对着白建仁请来的客人说道：你们应该跟秦家人熟，你们若要报警赶紧去，也顺路将秦家2个老家伙请过来，就说白狗渣前妻的女儿来送贺礼了。他们应该还不知道白狗渣的真面目，让他们过来一趟，我今天来把他的脸撕下来，让他们好好看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渣。邓哥，快去喊我爸过来，快喊公安局的人来，这个白素素是个疯子，她是个疯子，快喊我爸来救我。秦梦兰吓坏了，很怕龚素素拿着砍刀进来杀人，此时手里面正抓了根棍子防备。见秦梦兰要喊秦家人过来，龚素素收起砍刀，大咧咧在桌边坐下。浩哥，我们坐着等秦家人来。这个狗渣平时抠门小气的很，我在他们家生活了18年，一颗糖都没见到过。他今天是真大方，难得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我正好没吃饭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龚素素说完，抓起没用过的筷子就开吃，油滋滋的猪肉大口大口往嘴里塞，边吃边感叹：猪肉真香，真好吃。陆浩然也大大方方跟着吃，还时不时的往他碗里加了菜。看他们俩这吃相，看热闹的李虫嘴角直抽。龚素素他们俩坐在客厅里大快朵颐，将桌上的荤菜全给搞完了。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的白建仁气得都胃疼了。白素素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只拿了你妈1000块，就算加上她这些年赚的工资，3000块绰绰有余。我给了你5500块，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们了。金条我也3倍还了，当做补偿坏掉的手表。我们已经断绝关系，你现在还跑过来闹事，你真当我是吃素的吗？见他全然不提镯子的事，也不提他们母女俩这些年在白家所受的苦难，龚素素此刻的声音飙得比他还高。白狗渣，钱和金条的事我们已经跟你算清楚了，我今天来找你讨要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撒谎了。我昨天回了趟大猪圈大队，老钱婆都告诉我了，不问自取是为贼，你他妈就是个贼。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，那是我妈的东西，你不配拿。你今天若不交出来，我豁出去也让你这辈子去监狱里蹲着，让你从今天开始吃牢饭，一直吃到你死。白建仁早就确定那个镯子是极品宝贝，若拿出去卖能卖出天价，他是不会交出来的。何况他还用这镯子暂时笼络住了秦梦兰的心。我没有拿过你妈的东西，你少在这里污蔑我。你妈的东西丢了，十有八九是别人拿走了。我1年到头都没回去过几次，也没进过你们的屋，根本不知道你们屋里有些什么东西。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能说出人话才怪呢。今天东西若是从你这里搜出来了，证明你说了谎，当了小偷，我会让你知道花为什么那么红。让开一下，让开一下，都让一下。好几道脚步声由远至近，看热闹的人让了让路，让赶过来的秦家人进来了。秦梦兰见娘家人来了，立即冲了出来，见父母和哥嫂侄们都来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爸，闭嘴！龚素素已经吃饱了，站起身离开酒桌，随意看了秦家人一眼，视线落在赵玉书身上，送了个明晃晃的嘲笑。原来你是秦梦兰的妈呀！昨天见面都不做个自我介绍，我还以为你是他家亲戚呢。白素素，你们家的事昨天已经了结了，你今天又过来闹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今天没有来闹啊，我是来找白狗渣讨要东西的。可他刚才死活不承认偷了我妈的东西，我这才让人去请你们过来一趟，让你们看清楚这个狗渣的真面目。我今天不是故意来闹事砸你女儿的场，我真是来取东西的。
白狗渣这个人的品行，想来你们只看到了表面。今天请你们过来，我并不是要打你们的脸，而是让你们看看他的真面目，也让秦梦兰看清楚这个狗男人值不值得嫁。龚素素说完，看向白建仁，举手伸出食指。白狗渣，我再给你1分钟的考虑时间，你若不把东西交出来，今天我就把你的牢底揭穿。倒计时开始。秦梦兰脑子在蠢，这一刻也发现了不对劲，见白建仁眼神闪烁不停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揪着他就是一顿打。白建仁，你到底拿了什么东西？你快还给他，让他们快点走。我没拿，他是故意找个理由来闹事找茬的，你别中他的计。还剩30秒。秦梦兰此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慌慌张张跑到父母身后躲着，感觉今天要出大事，连忙撇清干系。白素素，我没拿过你妈的东西，你妈丢了东西找她啊。你脑子里的水若早到干净，你们秦家的脸也不用被踩在脚下践踏了。梦兰，白建仁见他关键时候丢下自己跑了，心中愤怒，可在秦家人面前却不敢放肆，只得硬生生将这口怨气吞进自己肚子里。最后10秒。10、9、8、1。白建仁是个私生子，他妈跟野男人狗合出鬼生下的私生子，他不是白家的种。躲在父母身后的秦梦兰此刻犹如被炸雷给劈了，面容狰狞地看着白建仁，她竟然嫁了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你胡说八道！昨天下午，阳县公安局已将老钱婆和野男人全抓住了，他们已经承认苟且乱搞的事。今天上午在当地公社中学审判批斗，我有没有说谎？你们现在就可打电话去阳县询问，我若是胡说八道，任你们处置。龚素素见秦梦兰好半晌都回不过神来，又抛出一个大礼物送给她。白狗渣不仅是私生子，他还常年乱搞男女关系。你不是他第一个姘头，也不是他最后一个。我不知道谭城有多少，阳县绝对有3、5个姘头。梦兰，你别信他的话，他都是胡说八道的。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？以秦家的地位和能耐，想要查清楚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？此时秦梦兰一张脸惨白如纸，然而还没完，龚素素又丢出一个足够致秦梦兰疯癫的炸弹。还有一件事，白狗渣没有生育能力，还不能人道，是个妥妥的太监，常年靠服药维持。这是白建仁的死穴，在这一刻他彻底疯癫了，从裤裆里拿出剪刀对着龚素素冲了过去。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我要杀了你！紧接上集，白建仁在这一刻彻底疯癫了，抓起剪刀对着龚素素冲了过去。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我要杀了你！剪刀离龚素素还远得很，白建仁就被陆浩然踹翻在地上，被轻松给压制住了。放开我！白素素，你个畜生！老子要弄死你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哼，你的嘴真臭，我帮你洗洗。陆浩然沙包大的拳头捶在白建仁的脸上，下手毫不留情，几拳就捶得他嘴里喷出了血。你个死太监，除了捧着蠢女人吃软饭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还弄死我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有那本事吗？死太监！死太监！死太监！我不是太监，我不是，你胡说！我若胡说，你干嘛一天天的用童子尿送服乱七八糟的药丸啊？听我妈说，老钱婆还给你弄过童子屎，跟一些乱七八糟的黑乎乎的药粉烙饼子吃，是什么味道？你跟我们说说呗。我这小媳妇太彪悍，真是一点都不考虑我的胃啊！我刚吃下的红烧肉。还有啊，骆驼山下那个何老八应该最清楚你的情况，他这些年估计没少给你配那种药。你今天结婚洞房花烛夜，应该房里准备了那种药吧？说到这里，龚素素看向早已石化僵硬了的秦梦兰。这狗渣是钱吃不吃药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屋里肯定有药，你快去找找，再找个医生化验下呗。梦兰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吃的不是他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，只是普通的强身健体的。白建仁喊得很大声，可秦梦兰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此时跟失了魂似的。孽障啊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个蠢货孽障？秦梦兰被这一巴掌给扇醒了，也不顾生疼的脸，慌慌张张地冲向白建仁，像个疯子似的揪着他头发大声质问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个太监，你没有生育功能，你是个大太监，不会有种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是个太监，是个大太监，没有生育功能，这辈子注定绝种断根，死后都没有儿女给他长翻摔盆。还有啊，他喝过很多童子尿，一碗一碗往嘴里灌，还吃过小孩子拉的屎，各种牛粪羊粪都用来当过药引子。龚素素回答的话全部落入了秦梦兰耳中，刺激的她更加疯癫，拼了命的抽打白建仁。刚开始是打脑袋打胳膊，到最后开始狂扇耳光。白建仁被压制住了，想反抗也反抗不了，不等张嘴说话就被扇了回去。陆浩然也是个腹黑的主，等秦梦兰扇了几下后，抽身退后将白建仁给松开了。他这边一松开，白建仁没有了压制，立即开始反击，状若疯癫的殴打秦梦兰，嘴里也在疯狂口吐芬芳。
你个贱货臭娘们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我又没抢过你上我的床，是你自己主动来找我的，是你嫌弃那短命鬼赚不到钱的，你蠢得跟猪一样。若不是你爸妈有权有势，你以为我看得上你？你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白建仁彻底疯了，这辈子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秦梦兰身上。秦家人再不待见秦梦兰，也不会允许外人当着他们的面打她。这下一窝蜂全过来帮忙了，不大的客厅里打成了一锅粥。当看到秦梦兰撸起袖子露出来的镯子时，龚素素的笑容凝固了。她一个箭步飞奔过去，一把揪住她的胳膊。你干什么？我妈的东西你也有资格佩戴？你再婚嫁妆还要我妈来给你准备？你们秦家人是死透了吗？龚素素一把将镯子从手腕上撸下来，一脚踹开她。秦梦兰被踹了个人仰马翻。现在她才明白，白素素今天真的是为这个镯子而来。想着白建仁骗她的话，秦梦兰一股浓烈的恼怒涌入心脏中，立马站起来，抬脚对着白建仁的脑袋狠狠地踹下去。你这个骗子，你个畜生不如的骗子，我打死你个骗子！秦梦兰疯狂拼命地殴打，直到白建仁被打的脑袋都往下沉。秦德春怕闹出人命，连忙出声阻止：“拉开他，快拉开他，别打死人了！”白建仁没有被当场打死，只不过满头是血，此时像一条死狗般瘫在地上。白素素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白素素已经死了，被你这个人渣畜生气死了。你现在再诅咒已经迟了，我现在不叫白素素了。我也从未干过坏事，修理的也是人渣败类，我不怕遭报应。你个死太监，诅咒也没用。白主任，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夜，晚上记得提前多吃几颗药。若是需要童子尿和童子屎送服，派个人来值一声，我给你送，包你满意。浩哥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给他搜集做准备，免得他需要时不能及时供应上。若耽误他的良辰美景好时光，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了。今天这场酒席是没法再继续下去了。白建仁请来的那帮客人，此时一个个脸比屎还臭，想着秦家估计要跟白建仁算账，立即找说辞离开，还趁机将看热闹的邻居全给带走了。外人走了，客厅里除了秦梦兰在嚎嗓哭喊，其他人都安静没说话。别哭了，你们俩离婚。现在名声没了，工作也到头了，在坛城再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秦家是绝不会允许我留下败坏秦家名声的。但是什么都没捞到，就想让我放手，门都没有。离婚可以呀，我和秦梦兰好歹也做了一天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之前也没少勾芡，是你们秦家名正言顺的女婿。你们现在想赶我走，给我满意的东西，我就爽快离开。你还想要东西？你哪来的脸？秦梦兰第一个发飙，又冲过去对着他狠扇了2耳光。我今天若是死了，你们秦家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兄弟一定会帮我报仇，你们的末日也紧跟着到了。今天撕破了脸皮，白建仁也知道自己肯定没有好下场，秦家肯定不会放过他，但他现在还不想死，他觉得还可以搏一搏。给我5万块钱，我立即与秦梦兰离婚，我会永远离开坛城，永远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你拿了钱，你觉得有命花吗？赵姨，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梦兰跟你走到一起，除了她自己蠢笨外，更多的是你在背后算计欺骗。既然这段婚姻是你用心算计来的，从中费了不少心思，那我们就不棒打鸳鸯了。你俩不用离婚了，从今往后好好过日子吧。妈，我不要嫁给这个死太监，我不要再跟他过日子，您帮我跟他离婚吧，我以后就待在娘家，好好的陪你和爸，我再也不犯蠢了。秦梦兰以为是要放弃他，立即跑过去拉住赵玉书的手。赵玉书现在看到秦梦兰就厌恶，一把甩开他的手，神情语气都极为冷漠。你们已经登记结婚，就算他是个骗子混账，你们也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，你自己有很大的责任。你选择了这条路，就算前面是悬崖深渊，你也自己跳下去吧。现在你妈我的命都被他捏在手里，我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说不定明天就会被他举报。我救不了你，我也不会为救你搭上秦家。我和你爸的名声和脸面，今天因你彻底丢尽了。我们也不怨谁，谁叫我们生了你，却没教好你呢？你也别怪我们。他狮子大开口要5万，5是500、5000，这笔钱我们家拿不出来，就算拿得出，我们也不会给这种忘恩负义的毒舌人渣。老秦，我们走。秦梦兰拉他胳膊不让走，赵玉书真要被秦梦兰的愚蠢给气死了。趁着白建仁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得拼命的给这个蠢货使眼色。秦梦兰看到他的眼神提示，脑子突然开窍了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就见白建仁竟然捡起了地上的剪刀，此时正抵在脖子上威胁：你们不准走，你们若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今天我就死在这里，左右邻居定会认定是你们逼死我的。要自杀是吧？你快点给我死，快点捅进脖子里，快点将自己捅死，反正我前个男人死了，再死一个也无所谓，你快点给我去死。白建仁又不是真想自杀，只不过是想威胁秦家。此时他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被秦梦兰打了几下就把剪刀给打掉了。秦梦兰立即捡到自己手里，对着白建仁的大腿狠刺了下去。
我杀了你，死太监！你要自杀威胁我吗？不成全你，我送你去死！在白剑人疼的身体弯成弓形时，秦梦兰又对准了他的后背，疯狂的一阵狠刺。今天的事情对秦梦兰打击很大，怒气冲上头顶，理智在一瞬间全没了。快拉开他！白剑人被紧急送去了医院，李崇则是一路跟到医院后，紧赶着来找龚素素报告后续的情况。你们刚刚走不久，秦家跟白剑人起了冲突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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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人去报警吗？已经有人去报警了，现在秦家人都来了医院。秦梦兰手里还拿着那把剪刀，嘴上一直在喊死太监，你要自杀，我成全你什么的。我在过来的路上有看到他妈悄悄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他现在是在故意装疯泄愤。狗咬狗一嘴毛，这是2条恶狗，一嘴毛哪够？怎么着也得撕咬下一嘴肉。龚素素倒是挺满意事情的发展。李崇说完后，又立即跑去抢救室那边看情况了。1小时后，李崇又带来了最新消息：白剑人背脊神经和骨头都断了，下半辈子只能瘫痪在床。秦家人配合做完笔录，秦梦兰假装疯癫嚎叫不停，不过有左右邻居作证，公安局也基本确定他是大受刺激魔怔了才动手，最后将这定为严重的家庭纠纷。一夜之间全家被杀，就连鸡蛋黄都被咬散了，蚂蚁窝也被灌满了开水，太残暴了！这一切的背后是良心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那就是人性的扭曲。敬请收看魂穿70系列之神奇的手镯。素素，你刺破手指，滴一滴血到镯子上，这是公家的传家宝，是个特殊神物。公家子孙年满18岁后都可以滴血启动，获得特殊传承。只不过每个人获得的传承不同，纯看个人的造化。这么神奇，这个镯子也是个神器，竟然比阎王爷的东西还神奇。公家突遭横祸，你外公临死前将它托付给我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公家的传承传下去，再三叮嘱不要让古镯落到外人手中。我差点让他失望了。妈，您别自责，您的情况特殊，之前差点丢失并不是您的责任，现在既然回到我们手里了，我们好好保管就是。素素，你已满18岁，现在滴血完成传承仪式吧。有了戒指神器滴血认主的先例，龚素素现在非常期待这个古镯传承，二话不说就弄破手指滴了血在镯子上。素素，古镯的事不要向任何人泄露，这是公家的绝密机密，一旦泄露出去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。妈，外公家出事，是不是镯子的机密泄露了出去？是也不是，公家子孙获得古镯传承时，灵魂都会立下誓言，一旦泄露当场身死魂灭，所以我们不会向公家以外的人泄露。公家当年出事是因为镯子赐予传承福报，积攒了很多财富，引起了某些人的觊觎。龚素素明白了，手镯为公家带来了大量财富，而金钱是公家直接遭遇劫难的根源，与镯子本身无关。素素，你感应到了特殊的东西没？妈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晃了下。妈，我的头好疼。素素，这是在输送传承，你忍一忍，一会就好。很快，一连串复杂晦涩的符文窜入脑海中，还有一道悠扬远古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一步步教导着龚素素用灵魂启示传承。当龚素素睁开双眼时，清明干净的眼睛里露出了惊诧。妈，我的传承好像有些特殊。哪里特殊？是什么传承？我没有获得特殊的传承，是将这个古镯契约了。我现在是这个古镯真正的主人，这古镯历经数千年已濒临消散，急需公家血脉补充功德，延续传承。若不补救，会在100年后破碎化为乌有，公家的传承从此中断。补充功德怎么补啊？传承中有没有教你？妈，补充功德说白了就是行善积德，做好事攒功德。我知道了，素素，公家的传承不能中断，妈妈会帮你，我们母女俩齐心协力保住古镯。也许是获得了古镯的血脉认可，龚素素的灵魂好似经历了洗涤，再没有穿越过来的陌生感了。这一刻，她觉得自己就是原来的龚素素，公家传承延续的重担也在此刻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。妈，为了公家，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会努力，会尽自己所能做善事回馈社会，一定多多积攒功德福报。父母哥哥们的仇不能不报，原本不想女儿女婿牵扯进仇恨中，可现在情况有变，公家传承与血海深仇同等重要，必须得重新计划下来。妈，我现在契约了古镯，我可以进入古镯内部，里面是个空间，有一块田地。刚刚传承里告诉我说，空间面积会跟着功德变化，我做善事越多，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古镯传承也会越来越稳定。空间、田地。妈，我先进空间里看看，稍后再试下看能不能把你也带进去。好，那你赶紧试一下。龚素素踩在空间内的黑土地上，整个人都兴奋地大叫，心头激动呐喊。我也跟所有穿越人士一样，有神奇金手指空间了。龚素素看了一眼田地，面积暂时只有1亩左右，而空间里的气息跟外界不同，她也说不清这气息是什么。深呼吸一口，感觉全身舒坦，如同吸了一口仙气般。等龚素素闪身出来时，
白水仙立即拉住他的手，激动地问道：“素素，空间里怎么样？”妈，空间内很普通，只有1亩地，没有其他的，不过气息较为特殊。我试着带您进去看看。进。睁开眼时，场景变换，白水仙踩在松软的土壤上，竟然有2分恍惚。素素，我们进来了。进来了，妈，这里就是空间内部，外人探查不到。白水仙此时也反应过来了，环顾一圈，见只有一块地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，笑着对龚素素说道：“素素，我们赶紧将这块地种上，收获的粮食、瓜果什么的，拿去捐赠给需要的人，这样也是做善事，积攒功德呢。”妈，现在时间还早，等会我出去找找种子，今晚上就试试。另外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气息较为特殊？白水仙刚都没注意，这下仔细感知，略有感触道：“待在这里好像很舒服，有种沐浴在药水中的感觉。”我也有这种感觉，空间自有它的特殊神奇之处，我们慢慢摸索。好，咱们先出去吧。母女俩回到病房里，落在之前消失的位置。素素，外边已经天黑了，你别走太远了，随便找点种子先试试，明天白天再去多买些其他种子。之前我跟吕公安闲聊，听他说医院后街不远处有个福利院，你今晚过去一趟，拿200块钱资助，做善事积攒功德，从今晚上就开始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您过来把门反锁了，除了我和医生敲门，其他人来敲门都不要开。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尽，心作良田，百世耗之有余。空间内神奇的环境让母女俩激动不已。陆浩然过来时，见他们母女一大早脸上都带着笑容，不由好奇问道：“素素，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事吗？”我刚听护士说，白剑人挺过来了，只不过彻底瘫痪了。这个狗渣终于得到了报应。他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，不过只算得上是个小喽啰。他现在伤势严重，公安局暂时不对他做处理。秦梦兰也在今早上被放出来了，打算给他们俩一个互咬的机会，就看秦家稳不稳得住了。看来接下来有不少好戏上场啊！等吃完早饭，医生过来换药复查了。当看到白水仙的恢复情况后，有些惊讶：“你这恢复速度好快啊，都开始结疤了，我还以为最快还要2天呢。”龚素素听着眸光微动，心头有了某种猜想，忙问道：“医生，照这样下去的话，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？”“对，恢复得很好，可以提前出院。你们家属照顾得用心，吃的营养滋补，平时身子骨也还不错，所以恢复得快些吧。”“医生，这些日子辛苦您了。”“这是我应该的。”随后医生公式化地叮嘱了些注意事项，说完就出去了。妈，明天出院就搬去我姨妈家住，我晚上回去跟她说一声，将房间收拾出来。好，这段时间要给你姨妈姨父添麻烦了。无碍的，涛子明天回学校了，我后天也要走，家里只有姨妈姨父在家，你们过去还能热闹点。白水仙还需要休养复查，住招待所不太方便，租房子也划不来。周兰萍就邀请他们母女俩去家里住，姨妈热情相邀，龚素素也就没有矫情，爽快答应了。素素，我去趟邮局，晚点再过来。好，你有事就先去忙吧。等陆浩然走后，龚素素将病房门关上，迫不及待地进了空间里查看情况了。妈，辣椒、稻谷、土豆全部成熟了，晚上给福利院再送些去，市里应该还有其他的孤儿院，各处送一些吧。妈，涛子晚点会过来，您找他打听下其他福利院的事。他明天要回学校了，想带2碗扣肉去学校，我晚点去他家里帮他做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兄弟俩一同过来了。陆浩然一进屋就说道：“素素，带上户口证明，跟我走。”“我们去哪？”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见他神神秘秘的，龚素素也没多问，让宋涛留在这里陪护，屁颠屁颠跟着陆浩然走了。见龚素素跟表哥走了，宋涛咧着嘴一个劲傻笑。白水仙这下也反应过来了，浩然这孩子还真是心急呢。表哥也要回单位了，今天若不将关系彻底定下来，他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会提心吊胆，夜不能寐。宋涛可是知道的，陆浩然这2天每天都打电话去部队催领导，让对方快点审批结婚申请，将这件事情当作10万火急的军情大事在对待。龚素素完全没多想，一路都在跟陆浩然说笑其他的事。等到了民政局门口，他才终于反应过来。哎呀，你坏！陆浩然没有给他任何反悔逃避的机会，直接将他拽进去领证。看着手中这张类似于奖状的结婚证明，龚素素感觉有几分不真实。陆浩然，我们结婚了，对吧？领了这张结婚证明，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。我们结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合法夫妻，彼此依靠一生的革命伴侣。陆浩然内心比他激动多了，不过面上保持严肃，眼里却有很浓的笑意。走，我们拍照去。拍照？结婚照？对，拍结婚照，多拍几张，我们留一份做纪念，再邮寄一份给我妈和外公外婆。